你还懂不懂什么叫羞耻啊？那可是你亲姐姐呀！你平时在府上嚣张跋扈、目中无人，那也就算了。你姐姐还没有出嫁的时候，对你也是多加忍让。现在她已经出嫁了，你还要搞出这样的事，你还要不要脸了啊？爹，你就是偏心你那个大女儿，凭什么她可以嫁到官宦人家，我只能嫁到富商之家？我为自己争取有什么不对的？等明天你也就收拾东西回老家去吧，我会让你在老家的叔叔伯伯为你找一门亲事。你不是不满意嫁给富商吗？现在好了，连这一门亲事你也找不着了。我不走，打死我也不走。我是在京城长大的，我不会离开京城的。爹，我可是你的亲生女儿啊，你这是要逼死我啊！逼死你？你这是要逼死我呀！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被多少人知道了？你姐姐都要受到你的影响啊！你知不知道咱们家现在这日子是靠谁得来的？要不是你姐姐嫁了一个好人家，咱们家的生意能做得这么顺畅吗？哎呀，这件事情没得商量啊！你要是不想回老家的话，那就把你送到庙里面去当姑子，反正你不能留在京城了。活该，就该把他送到庙里面去当姑子。就是，这样的人最讨厌了。林默去上朝的时候，还在和系统说这件事情，周围的那些官员们听得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呀。三皇子都快站到林默旁边去了，李大人被他挤得都快没有位置站了。殿下，您的位置好像不在这里，马上就要上朝了，要不你还是回去吧。听到李大人的话，林默才发现三皇子居然不知不觉地站过来了。系统，这三皇子干嘛要站在我身边啊？他该不会是看上我了吧？他不是很爱他的皇子妃吗？这位大姐，虽然你长得很漂亮，但是你未免有点太过于自恋了吧？放心吧，他不喜欢你，他还是喜欢他的皇子妃。可能是你这个地方风水好，他才过来的吧？或者是他想摸鱼，所以站到这个地方来了。那是，我这个地方可是摸鱼的好地方，想不到三皇子还挺有眼光的嘛。你才摸鱼呢，我最勤恳好不好？虫子，三皇子的屁股上怎么有血啊？他来大姨妈了吗？男的也会来大姨妈？什么叫做大姨妈？三皇子好像没有大姨妈吧？德妃娘娘好像是家里的大小姐吧？什么血啊？他的屁股上怎么可能会有血？你这是怎么了？怎么屁股上还沾着血呢？我怎么知道？这早上上朝，这一路上也没有人告诉我呀。看不到老三的屁股呀。男的也会来月信吗？我哥和我爹会来吗？我没有见过哎，要不我回去问一下我娘亲吧。你这脑子什么时候能够正常一点？男的不会来大姨妈，三皇子的屁股上面不是血，是凤仙花枝，所以三皇子把凤仙花枝涂到了屁股上，他还有这种乐趣啊？我有病啊！我把凤仙花枝涂到屁股上。我有病啊！我把凤仙花枝涂到屁股上。啊？你为什么会觉得有人喜欢把凤仙花枝涂到屁股上？或许这是三皇子和三皇子妃的情趣呢？人家的私事儿，当然不可能和我们说呀。人家没有把凤仙花枝涂到屁股上，人家早上一大早帮三皇子妃涂完了指甲，这凤仙花枝不小心粘到了凳子上，这一坐下不就印到了屁股上吗？哦，原来是这样啊。林默回到家后，突发奇想，也想染个指甲，可是他家里没有这种花呀。宿主，我知道哪里有凤仙花。赶紧说，在皇宫的花房里面有好多好多的凤仙花，你可以去问皇帝要。你是认真的吗？我是什么身份？我居然敢去问皇帝要凤仙花染指甲？我是嫌自己的命活得不够长了吗？虽然皇上不是那种会随便杀人的人，但是俗话说伴君如伴虎，万一他哪天心情不好了呢？筒子呀，你是不是觉得我上天入地无所不能？你难道不是吗？
在我的印象里，你好像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，上能爬树，下能骑猪，还能够骑别人儿子，骑自己老爹。就算你哪天骑到了皇帝的脖子上去，我都觉得不奇怪。不是，他在系统的心里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啊？他生活过得这么放荡不羁吗？怎么他自己不这么觉得呀？然后外面的人就听着他们这一人一桶吵了起来，一个觉得自己平时正经得很，只是爱玩了一点而已，一个觉得自己的评价没有错，自己的宿主跟正经这两个字儿根本就不搭边。啊，墨儿，这绝对是像你了，一个假正经啊！这又关我什么事情？每次这个丫头出事儿都要我背锅，不就是她长得像我吗？可是这个也不是我能控制的呀，但是又不能反驳自己宝贝媳妇儿的话，然后她就把这个责任推到了林默身上。都怪这个混账丫头，要不是她平时不干一些人事儿，自己怎么可能每次都背黑锅呀？哎呀，我不和你吵了，你对自己有很明显的错误认知。你要凤仙花，那我就告诉你哪里有凤仙花吧。丞相夫人爱种花种草，她那里种了很多凤仙花。你娘亲跟丞相夫人关系很不错，你过去问她要一点花，应该能够要得到。走，咱们要花去。我就不信今天我这个指甲染不成了。你确定把他一个人放出去可以？可以吧？小林大人，小林大人来了，小林大人来了。这么夸张的吗？他的名声现在这么大了吗？连丞相府的人看到他反应都这么大？宿主，你人气好高啊！你看刚刚那个人看到你有多激动，他绝对是你忠实的粉丝。哎呀，哪里，毕竟我是现在唯一的女官嘛。虽然只是一个小官，但是在万草丛中一点红，这一点红总是要格外显眼的。真不愧是你，还是一如既往的不要脸。见过丞相大人、丞相夫人。小林大人有礼了，请小林大人进屋说话吧。哎呦，看看这丞相夫人长得多好看，真的和你娘亲不相上下呢。只不过这丞相保养的有点不太好，这脸和菊花似的。怎么能这样笑爹呢？就算是想笑，也只能在心里笑。专门跑到我家来说我的脸长得跟菊花一样，我得罪你了吗？还好我爹长得好看，我娘亲不喜欢我爹留胡子，所以我爹这么多年脸上都干干净净的，看起来俊朗又好看。这丞相的胡子留得乱七八糟的，这么长，确定吃东西不会吃到嘴巴里吗？忍住，自家丈夫当年还是好看的，只不过这么多年操劳了，所以才变成这样的。什么叫做我不好看？你还得拿你爹来拉踩我是不是？谁和林焕那个老家伙一样20年不变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他吃了长生不老药呢。我这是为国事操劳才变成这样的。这混世小魔王长得跟林焕这么像，性子也是一样的讨厌。这混世小魔王长得跟林焕这么像，性子也是一样的讨厌。眼看着丞相就憋不住怒火了，丞相夫人赶紧把林默给拉到了一边，各种各样的点心茶水都给上了上来，反正就是先把这混世小魔王的注意力给转移走。系统，这糕点可真好吃啊，比我爹做给我娘的好吃多了。老爹老娘两个人经常秀恩爱，老爹还经常会下厨，只是他那个厨艺是真的不怎么样，顶多算是能入口吧。可是每一次娘亲都会把老爹的厨艺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，搞得老爹自己可自信了。看样子都比你爹做的好吃，你可别忘记咱们来的目的，咱们是来找凤仙花的。夫人，我想要向夫人讨要一种花，现在这个季节，这个花除了皇宫，就只有夫人这里有了。请问小林大人要什么花啊？只要是我这里有的，小林大人尽管开口。我要凤仙花，我想染指甲。染指甲，染成深红色。这花也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，这些就送给小林大人了。
小林大人的手长得很好看，染了指甲一定会更美的。我这也不能白拿夫人的东西啊，这是我大哥喂的小乌龟，今天我拿在手上盘忘记还回去了。这小乌龟挺好玩的，就送给夫人吧，就当是给夫人的回礼。你什么时候从你哥那里把乌龟给偷出来了？我怎么没有发现？今天早上啊，今天早上不是难得早起了吗？然后就去我哥的院子里面，叫他一起去上朝，顺便就把乌龟给拿走了。所以你上朝的时候也把乌龟揣在怀里？对啊，有什么问题吗？果然，小林大人果然是不同凡响。那你把乌龟给偷了，你哥要是找乌龟怎么办？这个你就不需要担心了。我今天让人出去给我买了一只鳖，我把那只鳖放到我哥养乌龟的那个地方了。我还让人买了一条很长的黄鳝，绑在那条鳖上面。我偷他一只乌龟，还他一只玄武，他赚了呀。我偷他一只乌龟，还他一只玄武，他赚了呀。宿主，你果然是举世无双、聪明绝顶之人呢。诸葛亮在世都得排你之后。嘿嘿，哪里，这就有点太夸奖我了。这是夸奖吗？你仔细听一听，这是夸奖吗？喂，你醒醒啊！系统这分明是在讽刺你啊！此刻，在自己院子里的林七看着那只玄武，陷入了沉思。很好，画面还是没有变，不是他疯了，把乌龟偷走就算了，那混账丫头居然还搞了一只鳖和黄鳝，好歹也得买一只乌龟过来换呢。这是个什么玩意儿？最近你是不是压力有点大了？是不是有点不太习惯官场？这是林墨那个丫头给弄的，她偷走了我的乌龟，换了一个这个玩意儿代替。别生气，别生气啊！那丫头做事不着调又不是一天两天了，至少她没有把你的乌龟给白拿走啊，还给你留了一只鳖和一条黄鳝。那我还得谢谢她给我留了这一只玄武是吧？红子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爹娘和我哥哥姐姐干嘛都在这儿？还有他们看我这眼神怎么这么奇怪？好消息，好消息！你的玄武被他们发现了。不错呀，林墨，赶紧说，你把我的乌龟搞到哪儿去了？当初这是你自己不愿意养的，扔给我之后，你倒是玩得起劲儿了。哥，我今天突然觉得是一个适合放生的日子，所以我就把那只乌龟给放生了。上天有好生之德呀。宿主，你这个借口找的好像不太行。你说今天适合放生，那你为什么还搞了一只鳖和一条黄鳝，放一个做两个是吧？这该怎么回答呢？这小女儿的脑子真是没救了，怎么连个借口都不会找？赶紧说，你把乌龟弄哪儿去了？送人了。这个臭丫头真的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是吧？这个臭丫头真的是3天不打上房揭瓦是吧？大哥别生气，我用你那只小乌龟换回来了2盆花呢，而且这个花有大用处。什么大用处？染指甲。染指甲。吃饭吃饭，不管他们了，也该让你哥哥好好的把他收拾收拾了，天天一点都不着调。他是魔鬼吗？他居然让我亲自把这只鳖和这条黄鳝给煮了。戏够了，你这生我生的把厨房里的人都给熏出去了。哎呀，不就是做个饭吗？我来指导你。你会做饭？切，做饭有什么难的？你就听我指挥就行了。半个时辰后，看着新鲜出炉的黄鳝汤和清蒸鳖，林家4人还有点不敢置信，这小混蛋居然真的会做饭了。快尝一尝，我这可是经过高人指导的。我就是那个高人。这俩凑在一起都凑不出一个完整的脑子，他们真的能够做出能吃的东西吗？我明明煮了这么久的。不应该啊，明明煮了这么久。看这火堆的样子，这火堆灭了应该有一段时间了吧？所以二小姐是怎么熬的汤啊？请问你做菜的时候有把火升起来吗？
这东西都还是活的呀。我应该把火升起来了吧？我记得我升起来了呀。我去，咱们做饭做到一半的时候火灭了，所以东西才没熟。真不愧是你们呀。林默被训了一顿之后，委委屈屈地回到了房间。不过他这情绪来得也快，去得也快，不一会儿他就把心思放到了凤仙花上面去了。现在正好有时间染指甲了，他一定要把自己的手染得漂漂亮亮的。林默和系统一个说一个做，配合得极其默契。只是在往指甲上抹凤仙花汁的时候，林默无意识地用手挠了2下脸。爹，出事了！小妹出事了！林尚书听到里面的动静，赶紧冲了进来，然后就看到自家小女儿躺在床上，嘴巴微张，微微翻着白眼。是谁杀了我的女儿？是谁杀了我的女儿？谁死了？他们该不会是以为宿主死了吧？看着自家睡着了之后雷打不动跟死猪一样的宿主，系统突然觉得他完了，彻底完了的那个完了。默儿，我的默儿！大姐，你别睡了，出大事儿了！你赶紧醒一醒啊！你要是再不醒的话，你就要被开除活人籍了。怎么回事？系统怎么还在？而且听系统的话，默儿好像没死啊！吵什么吵啊！我睡得正香呢。林家4人擦了擦脸上的眼泪，面无表情的慢慢靠近了床边。发现了，被发现了，完了呀！希望宿主能留下一条命。你默儿，我不打死你，我就跟你姓。林夫人不知道从哪里拿出来一根细细的树枝条，甩了2下之后，也加入了战场。让人去给皇上告个假吧。今天大人公子和2小姐恐怕不能去上朝了。林默那个丫头为什么会这么有趣啊？一大早上装死，这不是欠揍吗？我没有装死，是他们自己误会了。我没有装死，明明是他们误会了，为什么都要揍我？哎呀，也不能怪他们误会，主要是你早上那个样子确实是，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儿。你把凤仙花枝都给涂到脸上去了，而且你好像过敏了，脸上还肿了，这脸上红一块紫一块还肿起来，再加上你这睡觉雷打不动的样子，你这让谁过来一看都会以为你死了。我本来还想出去炫耀一下我的手指甲的，这让我怎么出去嘛？我的脸都丑了。我本来还想出去炫耀一下我的手指甲的，这让我怎么出去嘛？我的脸都丑了。哎呀，别哭了，你现在还是很漂亮啊。如果你实在是想出去炫耀的话，可以戴一个面具，或者戴一个面纱。而且你现在这个样子跟钉耙特别有主宠像，别人一看就知道你们俩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，你绝对是亲主人。你嘲讽我，你说我长得像猪，我俊美又漂亮的脸蛋儿没了，我成了一个大猪头。他们干嘛要往我脸上揍啊？凭什么能够下得去手啊？我和他长得这么像，他对着我的脸突然能够下得去手，他实在是太狠心了嘛！人家根本就没怎么往你脸上揍，你的脸本来就是肿的。这丫头是不是抓错重点了？她到现在就只关心她漂亮又俊美的脸蛋被打成了猪头，她到底有没有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啊？你女儿，你自己好好管教。我这又是被连累了。我从来没有听过哪个女子哭起来的声音跟野兽一样。现在你听到了，还是你妹妹呢？惊喜吗？我的脸好像是因为过敏肿起来了，好像不是被揍的。是啊，就是因为过敏所以才肿起来的。你爹娘他们怎么可能舍得往你脸上下这么重的手？你是不知道，你今天早上那个样子，那个脸就像是尸体浮肿了一样，也难怪他们会以为你死了。爹娘，我知道错了，我不该大半夜玩凤仙花，不应该在你们哭的时候笑。是的，
这混孩子被揍得这么惨的原因是被自家老爹打了一巴掌，清醒后他不清楚情况，就问了系统是怎么回事。在知道家人以为他死了之后，哭得很惨，他没忍住笑了出来，然后这一顿打就挨得更惨了。其实带入你下一爹娘，有你这个女儿好像还真的挺烦心的。大早上的被你吓了一跳，以为你出事了，伤心的哭，结果你还笑。哎呀，宿主，有时候你的打真的不是白挨的。行了行了，这段时间我已经帮你跟皇上告假了，你这脸大夫说了也没使，过2天就好了。系统，这些花还没有用完怎么办？这天气冷了，到时候会浪费的。那就不浪费呗，你家里不是有这么多人吗？给他们涂上不就行了？对啊。半个时辰后，林然看着自己被染了指甲的双手，一脸的无语。还有这么多呀？要不脚指甲也让你涂一下？啊，还有这么多呢。你哥哥睡着了，去找你哥哥，也让他体验一下。嘿嘿，去给哥哥涂手指甲喽。你们要去干嘛？看样子睡得还挺香的。他也没打算全涂了，就涂2个小指甲就行了。系统是真的兴奋极了，宿主犯事儿他吃瓜，能量吃得饱饱的。哎呀，什么鬼东西啊！快跑！林墨，你给我滚回来！之前木儿是在深闺之中，除了集集的时候请了比较多的人来，其他的时候都是请一些家里比较近的人。可是现在木儿身为女官，这生辰宴肯定得给朝堂上的官员发请帖的，这该怎么安排呀？本来说是想小办的，但是这丫头这段时间在京城里实在是风头出得太过了，有些人甚至都来问小林大人喜欢什么东西啊，他们可以当做生辰礼物送过来。反正只要在这宴会上把他管好就行，他爱吃别人的瓜就吃别人的瓜吧，只要他自己不丢脸就行。朕就这么过去参加那丫头的生辰宴，有点不太妥帖吧？她一个8品官员，朕要是亲自过去的话，估计会引起她的怀疑。可是隐藏身份的话，也隐藏不住啊。皇上，要不你假装搞一次微服私访，就用这个借口过去呗。对呀，反正以前也不是没有微服私访过。第2天下朝的时候，林尚书被那些官员们给拖走了。你们没事吧？你们出钱给我家女儿办生辰宴，还说什么都不需要我操心，我自己的女儿为什么要让你们来办这个宴会？因为我们这是花钱吃瓜。对于自己的生日办宴会这件事情，林默表现得挺佛系的。在这里生活了这么多年，他其实早就明白了京城里各种的宴会是为了干嘛。第一个是联络感情，发展人脉，第2个很重要的，那就是为了相亲呗。所以你们是打算在我的生日上面开相亲会吗？不是相亲宴会，是你的生辰宴会。你能不要把话题给转移过去好不好？你想去哪个地方办宴会？是在家里还是去酒楼？我想去一个有美酒美食美人的地方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。我想去一个有美酒美食美人的地方，就是不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。我知道这个地方在哪里，去那个地方一定热闹。什么地方？你知道有什么很好的酒楼吗？去青楼，那里不仅有美食美酒，还有美人呢，而且场地还大，美人们还会跳舞唱歌。去青楼。你有病啊！你让我生日去青楼？不是你说的要美酒美食美人吗？这唯一符合的就只有青楼了，而且这不仅还有美人，还有各种各样的歌舞呢。娘，我的生辰宴会能去青楼办吗？咱们家能把青楼包下来1天吗？不是让他自己选择的吗？他自己选择了呀，为什么还被赶出来了？哎呀，我就知道你娘亲不会同意的。
但是如果去青楼办的话，一定会很热闹。现在我已经对这件事情没有参与权了。刚刚我已经被踢出了角色圈，爱怎么办就怎么办吧，反正有好吃好喝的就行。赶紧醒醒了，你可是今天最重要的人，今天可得打扮得漂亮一点。漂亮漂亮，姐姐你最漂亮了，你最重要了。你脑子短路了呀，你姐姐是让你打扮得漂亮一点，让你清醒一点，不是让你夸她。哎呀，周大人，没想到这么巧啊，你这是把夫人和女儿都给带过来了。是啊，张大人也是一样的呀。不知道张大人给小林大人准备的是什么样的生辰礼物？不是什么贵重东西，就是一些姑娘家喜欢的小玩意儿。这不知道的估计还以为他小妹这是一个什么位高权重的人呢，居然让这么多官员都来亲自给他祝生辰。可以说啊，朝堂上面心里没有鬼的人基本上都来了。这是心虚了，也是天天上朝这么刺激，也是为难他们了。这是心虚了，也是天天上朝这么刺激，也是为难他们了。你要微服私访，也得选一个好一点的衣服吧。这衣服都是20年前的衣服了，这都起毛边了。皇上，您要不还是换一件衣服吧？穿着这个衣服去小林大人的宴会，有点不太好啊。这不知道的还以为您是过去蹭吃蹭喝的呢。我就说我的人缘关系很好吧，你看这么多人都来了。是啊，居然来了这么多人，该不会是有些人看上你了吧？这种宴会你不是都说了是相亲宴会吗？你看这些人都是拖家带口的过来，我觉得绝对是有哪个公子看上你了，或者是哪家的夫人看中你做儿媳妇了。不是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们看上他了？好像还真的是，他们居然都把儿子给带过来了。我们不是，我们没有，我们就是过来吃瓜的。我觉得绝对是有哪个公子看上你了，或者是哪家的夫人看中你做儿媳妇了。好像还真的是，他们居然都把儿子给带过来了。你这未免对自己有点太过于自信了吧？你从哪里看出来人家看上你了？林默越想越嘚瑟，现在还和系统聊天说哪家的公子长得好看了。那个张大人家的公子长得还可以，而且人品端正。完了，怎么办？我就不该来这。长得还行，就是没有花孔雀和笨美人好看。确实没有他们两个好看，而且这个张公子虽然人品端正，但是为人挺古板的，和你不太配。哎呀，古板好呀，古板好，古板救了他一命。这关我们俩什么事啊？默儿，你不是喜欢吃炸丸子吗？你姐姐专门下厨给你做好吃的去了，要不现在去找找她吧，等会儿吃饭的时候过来就行了。果然还是林翰林好啊。那我就先走了，等我吃完好吃的就过来。大家吃好喝好啊，不要拘束，就把这儿当成自己家里就行。他就知道出来玩准没错。刚刚那些男子们被吓到的脸色实在是太好笑了。等会儿你在外面一定要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，今天是你的生辰宴，大家的注意力都会在你身上，你一定要维护好自己的形象。哎，宿主，你还有形象吗？应该没有吧。好吧，好像确实没有，是我多虑了。等会儿要给小林大人展示一下礼物，我给小林大人送的是姑娘家都喜欢的头面，这一套头面京城中可是独此一份。我怎么感觉林默不会喜欢的？她也不是个正常的姑娘家呀。就是，我觉得这个头面咱们父皇肯定喜欢。还是做女子好啊，别人一送就是这么贵重的东西，这要是换成银子得多少钱呢？丢脸呀，怎么这么丢脸呢？丢脸呀，怎么这么丢脸呢？皇上，你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行不行啊？
这是人家的礼物，你不要看着人家的礼物双眼发光好不好啊？前段时间你才刚刚过完生辰，人家送你的礼物也不差呀。皇上不是有钱了吗？国库也丰盈了，上次剿灭那些山贼也收缴了不少的宝贝。可是皇上怎么看上去还是和没钱的时候一样啊？哼，有哪个傻子嫌钱多呀？小林大人今日生辰，我也没有什么好送的，这一套头面就送给小林大人吧。那就谢谢马大人了。这一套东西带在身上，我会被压垮的吧？负重前行啊！谁说不是呢？不过这个冯大人人确实不错，就是有点憨。谁憨啊？你说谁憨？谁憨啊？你说谁憨？确实挺憨的，居然送李墨珠宝首饰，你这还不如送一个木棍呢。我估计送他一根笔直的木棍，他都比珠宝首饰要玩得开心。孔子，从你这句话里面，我闻到了瓜的味道。这冯大人到底干了什么事情，让你觉得他憨呢？他干了不少憨事儿啊，比如他和他夫人的感情。老天爷呀，他就不该当这个出头鸟，不该这么早送礼物啊！还好，他们没有第一个送礼物，他们也很关心冯大人这个憨是怎么回事儿。冯大人当初追求他夫人的时候，差点把他夫人跟他的情敌凑在一起，他差点成为那两个人的红娘。赶紧仔细说来。冯大人跟他的夫人是青梅竹马，但是他有一个朋友也喜欢冯夫人，他还不知道这件事儿，他那个朋友就开始暗戳戳的挖墙脚啦。这冯大人是个憨憨，对这个兄弟又很信任，所以就没有对这个兄弟多加提防。他平时不方便出门的时候，给冯夫人买的东西都是拜托这个兄弟带过去的，写的书信也是拜托这个兄弟带过去，这就给这个人制造了很多的机会。这冯大人是个憨憨，对这个兄弟又很信任，所以就没有对这个兄弟多加提防。他平时不方便出门的时候，给冯夫人买的东西都是拜托这个兄弟带过去的，写的书信也是拜托这个兄弟带过去，这就给这个人制造了很多的机会。这制造机会也不是你这么制造机会的呀，你这差不多就是把自个儿的媳妇儿往别人怀里推呀。我怎么知道那个男贱人喜欢我夫人？我当他是兄弟，他想挖我墙角，他贱。这年轻时候的事情被这么揭露出来，确实是挺羞人的。爹这也太笨了吧。哎呀，也幸亏冯夫人对冯大人情深意重，两个人的感情很稳定，这才没有被人给挖了墙角。这憨憨最后还是在冯夫人的提醒下，才认识了这个朋友的真面目。他之前还真的以为这个朋友是他们的爱情保安，结果没想到是个挖地洞撬墙角的。其他人吃这个瓜吃的那是津津有味，冯大人的外号自此出现了。冯大人也不叫冯大人了，叫憨大人。林默一边啃着鸡腿，一边又和系统开始抓阄吃瓜了。没有歌舞为伴，这顿饭吃的也没有意思啊。哎呀，这还不简单，让安平侯世子给你跳个舞不就行了吗？他可是京城第一舞。怎么吃瓜吃到我身上了？我都躲到这儿来了，我堂堂一个世子，怎么能角落这里吃饭？为什么躲在这里都会被发现？快说快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是不知道这个安平侯世子有多么的厉害，他的武功超级棒，不仅武功超级棒，跳舞也超级棒。他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，但是这个事情呢，又不能让他爹发现，而且他也想向外人展示一下自己的舞姿，然后就去了千玉楼。千玉楼你知道吧？里面都是一些歌舞伶人，男的女的都有。安平侯世子乔装打扮，一进去就直接挑战最厉害的人，好像直接得到了京城第一舞的称号。男人跳舞有一种阳刚之气，超级好看的，和女人的妩媚完全不同。安平侯世子又常年练武，他跳的舞更是将男人的阳刚之气展现得淋漓尽致。完了，他完了呀！他就是怕他爹知道他喜欢跳舞，所以才去千玉楼，结果全部被这个系统给捅出来了。安平侯世子也太厉害了吧，他真的好棒啊！跳舞这么难他都会，每一件事情想要做到顶尖，
都是难上加难，他直接跳舞跳成了第一，他好厉害呀！我也觉得他好厉害，只是你们这里的人对于这个事情有偏见。其实爱跳舞本身就没有错呀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爱好，不过有些人喜欢作诗弹琴，有些人喜欢跳舞而已。安平侯世子敢做这件事情就已经很棒了，毕竟一般的人就算是真的喜欢，那也不敢做，怕拉低自己的身份。小林大人实在是太好了，这个系统也好，他还以为自己要受到嘲笑了，结果他们是真的觉得他很厉害。有些事情确实本身没有错，只是人赋予了它特别的意义而已。你喜欢干嘛就干嘛吧，小林大人说的对，这只是一个爱好而已。安平侯世子听到自家老爹的话，心里那个感动的呀，这情绪激动就容易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。安平侯世子听到自家老爹的话，心里那个感动的呀，这情绪激动就容易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情。小林大人，今日我也不知道送你什么礼物好，不如我给你跳一支舞吧。好呀好呀，快跳快跳！苏主，我觉得他肯定是想要借由你这个生日宴会向他爹说明他的爱好，他爹看在你的面子上也不会太过为难他的。我也觉得，到时候如果他爹真的打他，帮我开保护机制，我去帮他挡。你们俩又多想了。果然是善良的小林大人啊！我觉得他跳这个舞的时候不应该穿衣服，就是应该向大家展示一下他的肌肉，简直荷尔蒙爆棚啊！就是啊，不过脱衣服这个事情是不可能的，我们也只能想一想罢了。哎呀，这个宴会之后，臭丫头的名声估计更不行了吧。安平侯世子长得好看，家世出众，而且跳起舞来还这么好看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郎君人选呀。小林大人，觉得我刚刚的舞蹈怎么样？大人可还满意？满意极了，简直太满意了！以后我也要去千玉楼看男人跳舞。这小混蛋是真挺敢想的。苏主，我记得你的舞蹈实力也不错，还有那个花孔雀的舞蹈实力也不错。他上一次跟狗子斗舞，这个舞蹈实力非常的强劲。你有毛病啊！我那是跟狗子斗舞吗？啊，我是为了谁才变成那样的？快点，今天是你的生日，当然得你表演一下，人家都给你跳舞了。可是我也没有什么才艺啊，我的舞蹈实力我自己看还行，但是这展现出来就不太行了，特别是人家还跳得这么好，这一比较，我不就成一坨屎了吗？倒也不必如此贬低自己吧。林尚书用眼神给儿子示意了一下，绝对不能让这小混账在众人面前表演才艺。林尚书用眼神给儿子示意了一下，绝对不能让这小混账在众人面前表演才艺。这是我昨天刚买的玩具，我没有什么其他的才艺，但是这个我还是会的。昨天和那个老大爷买的时候，我还特地和那个老大爷学了一个下午，老大爷说我可有天分了。昨天那个老大爷说他是天纵奇才，说他就是天生吹唢呐的料，还说要给他介绍活儿干。那你就向大家展示一下吧，就吹你昨天学的那个。大家今日来参加我的生辰宴，我实在是倍感荣幸。我也没有什么才艺给大家展示的，今天就给大家吹个唢呐吧。唢呐喜庆，让大家开心开心。可是林家四人心里却有一种不太好的预感。果然，下一秒唢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，大家的脸色瞬间就发生了变化。这凄凄凉凉的声音，这颤抖的声音，这跟喜庆沾边儿吗？果然，下一秒唢呐的声音出来的时候，大家的脸色瞬间就发生了变化。这凄凄凉凉的声音，这颤抖的声音，这跟喜庆沾边儿吗？太棒了！你今天发挥的比昨天好多了，我就知道你在这上面是有天赋的。这不是小寡妇上坟吗？在这大喜的日子里吹这个，真的好吗？林夫人已经满脸麻木了，林然躲到角落里去了。林尚书黑着脸，浑身颤抖。
林七则是想拦着林默，但是又不知道从何下手，整个在旁边一个手舞足蹈。混账玩意儿啊！就不应该把他给放出来呀！你吹的都是些什么鬼啊？果然，这个宴会我们来对了。他们怎么都这么安静啊？是被我的才艺给震惊到了吗？我觉得肯定是的。这些世家小姐没有一个会吹唢呐的，就算是才艺，也是琴棋书画之类的。你会吹唢呐，那可是独一份儿。哎，低调低调。哎，低调低调。你知道我吹的这个曲子叫做什么吗？我忘记问那个老大爷这个曲子叫什么了。哦，我知道，我刚刚去查了一下，你这个曲子叫做《小寡妇上坟》。什么玩意儿？你说这曲子叫什么玩意儿？大家该不会以为他是傻子吧？怎么办？你为什么不提前提醒我一下？我为什么要提醒你啊？这不是挺好听的吗？你发挥比昨天好太多了。你们这里红白喜事儿不是都爱吹唢呐吗？好听个毛线呢！看看这个曲子的名字，跟我这个生日宴会搭吗？哎呀，好像还真的不太搭配。我就说怎么听起来这么奇怪。好听是好听，但就是有点奇怪。原来是奇怪在这个地方啊。我刚刚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而已。这个玩笑啊，好笑吧？我刚刚就是跟大家开个玩笑而已。这个玩笑啊，好笑吧？原来是一个玩笑啊！那还真是挺好笑的。小林大人果真幽默呀！是啊，我说小林大人怎么可能会在自己的生辰宴上吹这样的曲子？原来这只是一个玩笑啊！小林大人这唢呐吹得可真好啊！林尚书在乐理方面也特别的优秀，果然是夫妇无全女呀！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时候你就不要把事情牵扯到我身上了，好不好？你不觉得这些人看起来特别的招人恨吗？我觉得有一个词可以形容他们，佞臣。父皇，你这么说好像有点不太对吧？如果他们是佞臣，那他们阿谀奉承的林默又是什么身份？皇帝吗？太子看了一眼自家神情严肃的父皇，又看了看那些脸上挂着假笑、满脸尴尬还在说好话的官员们。父皇，您多虑了，大家都在帮忙圆谎呢。大喜的日子，你吹什么唢呐呀？而且就算是吹唢呐，也是一些比较喜庆的曲子吧？你听听你自己吹的是什么鬼？你个姑娘家吹小媳妇上坟，你是嫌自己的名声太好了是不是？你知不知道你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名声了？知道啊，这件事情大家不都知道了吗？既然都已经没有名声了，那也不需要太在乎名声了呀。这个时候你能不能先把嘴闭上？你是真的想在这大好的日子被揍一顿吗？明天去上朝，肯定有人会笑话我，我都不想去上朝了，怎么办？哎呀，这有什么的？人家笑话你还笑话的少吗？债多不压身，知不知道？反正上一次你爹领着你在街上狂奔，大家都已经笑话过你了。前面后面还有各种各样的事情，反正这件事情和其他的事情比起来都不是什么大事儿，你就放宽心吧。你先让我自己静一静吧。其实有些时候你可以不用动嘴的，你真的不太适合劝人。你先让我自己静一静吧。其实有些时候你可以不用动嘴的，你真的不太适合劝人。他怎么就不适合劝人了？他学习了这么多东西，现在早就是一个有文化的系统了，怎么就不适合劝人了？然后他就就着这个问题和林默吵了一个晚上。嘿嘿，还好我不用睡觉，就算是跟你吵了一个晚上，我现在都是精神百倍。你这身体素质不太行。林默都被他的话给气笑了。这系统讲话有时候啊，真的挺气人的。小林大人早上好呀。早啊。小林大人脸色看起来有点不太好啊，是昨天晚上没有休息好吗？
休息的挺好的，就是昨天生日过得有点太开心了。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生日宴会当然开心啦，而且客人们好像更加开心。确实是挺开心的，昨天吃了这么多瓜，晚上的睡眠质量都好了。因为昨天晚上没有睡好，在大家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，林默那个眼皮子都快粘上了。厉害呀，之前睡觉还会摔倒，现在居然还真的给他练就了站着睡觉这个能力，果然是有志者事竟成啊。下朝的时候，林夕动作非常自然地把人给扛走了。总算是下朝了，我感觉我的腿都要站麻了，赶紧回去让我睡觉吧，真的是困死了。你都已经睡了1个早上了，你还困啊？你是不知道刚才大家看你的那个眼神，大家围观你睡觉围观了1个早上，看得我都不好意思叫醒你了。我记得我现在站着睡觉已经站得很完美了呀，他们怎么可能会发现我睡觉？呵呵，完美个屁！你迈着8字步，叉着腰，仰着头，张着嘴巴，人家都规规矩矩的站着，全场就你的姿势最嚣张。我还从来没有见到过有人站着睡觉能够站得这么嚣张的。呵呵，我感觉你嘴里就差叼一根烟了。不是吧？这睡嗨了？爹，大哥，我刚刚上朝睡觉被人发现了吗？我的姿势很狂放吗？林默儿呀，你说你睡觉我就不说你什么了，你能不能注意一下，不要睡得这么明显？也幸亏皇上不计较，你也不太重要。要真的给你一个重臣的位置干，你这个态度你怎么干？刚才那些大人们一边商量国家大事，一边把头转了过来，所有人都盯着你，你就在众人的注视下换了5、6个姿势，一个姿势比一个姿势夸张。爹画的这个姿势你维持的最久，也幸亏你没有打呼噜，不然人家在商量国家大事，你在旁边伴奏，这成何体统啊？你哥哥说的没错，没想到你哥哥说话还挺好玩的，而且描述的挺有画面感的。不能笑，不能笑，这个时候笑是会挨揍的。爹，大哥，我知道错了，以后我再也不睡得这么明显了。你抓的重点是这个吗？问题是不要在朝堂上面睡觉，好不好？不起，我不起，我今天好不容易休息，为什么还让我这么早起床？赶紧给我起来啊！今天腊八，娘亲已经把腊八粥给做好了，这好好过节的日子，别逼我扇你啊！你们就不能先吃吗？给我留一碗就行啊。苏楚，你们这边的习俗就是早晨吃腊八粥，哎呀，这还真的留不下，赶紧起来吧。每次早起都像是要我的命，好不容易放个假还得早起，明天又要上朝了。谁说不是呢？等会儿吃完饭我们出去玩一玩吧，过节外面很热闹的。你顶着你这张牙舞爪的头发出去，是想要笑死别人吗？赶紧回去给我把头发梳好。林默本来想反驳一下这是自然美，但是看着自家爹娘和哥姐的眼神儿，他一怒之下怒了一下，然后就乖乖的回去梳头发了。你怎么这么怂啊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想跟你爹娘他们硬杠呢。你怎么这么怂啊？我还以为你真的想跟你爹娘他们硬杠呢，没想到你连愤怒的表情都只敢维持1秒钟。你懂什么？我这是尊重我爹娘，我怎么能够朝我爹娘生气呢？我可是一个孝顺的女儿。你绝对是一个孝顺的女儿，开怀大笑的那个笑。这才是生活呀！要是每天不用上班，那就更好了。哎，你们看前面是不是林默呀？本来正觉得无聊呢，结果没想到居然还碰上了他。咱们就跟着他，跟着他一定会有好玩的事儿。宿主，花瑶县主回来了。谁是花瑶县主啊？这个花瑶县主可了不得，他出身将门，身材高大，武艺高强，自幼在军营和沙场上长大，是一个难得的女中豪杰、巾帼英雄。其实仔细算起来，你还不是唯一一个女官呢，你只是在朝堂上的唯一一个女官。这个花瑶县主一直在外面，
今天要回来了，而且是回来招婿的呢。宿主，花瑶县主回来了，而且是回来招婿的呢。林墨想挤着过去看，结果不知道被哪个人一脚给踹了出去，然后他就趴在了路中间了。谁踢我？是谁踢我？花瑶县主看着前面的林墨，一下子就想起来他是谁了。林墨在各大官员家中那是出了名的，而且就算是没有在京城的人也认识他。京城中的官员把他的画像都给传了出去，就是为了防止那些不在京城的官员回京的时候不认得这人，惹上了这个混世小魔王。是小林大人吧？小林大人没事吧？嘿，没事没事。是小林大人吧？小林大人没事吧？嘿，没事没事。我的个天哪，这县主的身高可以和我爹爹哥哥相比了呀！小林大人要不随我去我家坐一坐？早就听闻小林大人的聪明机敏，我久不在京城，所以还请小林大人和我介绍一下京城中的各项事宜。没问题，我可是京城百事通，就没有我不知道的事儿。不配，你分明是靠着我好不好？我才是京城百事通。啊，这个漂亮姐姐我可以。你不是说这帅气又漂亮的姐姐是回来招婿的吗？你看我行吗？花瑶县主被林墨搞得心里有点七上八下的，传信的人也没有说这小林大人喜欢男人还是喜欢女人呢。不过信上说小林大人对姑娘家态度都很好，该不会他真的喜欢的是女人吧？该不会他真的喜欢的是女人吧？他看我了，他看我了，他看我那个眼神，你看到没有？是不是超级有魅力？我也看到了，他看你了。我觉得这个帅气姐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。突然有点后悔请他同行了，是怎么回事啊？我能不能摸一摸姐姐的肌肉，像摸一摸姐姐的腹肌？姐姐的手好大呀，想看姐姐舞动兵器的样子。好喜欢姐姐的长腿，这腿比我命都长啊！小林大人，花府已经到了。那我进去坐一坐，跟县主说一下近段时间京城里发生的各种事情吧，也好让县主熟悉一下现在京城是什么样子。总算是说到正事儿了，花瑶县主微微松了一口气。可是事实证明，他这口气还是松早了。林墨说的大事跟他以为的大事完全不一样。他以为的大事，国家大事，京城中官员们的关系，有没有什么需要忌讳的注意事项？林墨说的大事，各种各样的八卦。听着这些炸裂的八卦，花瑶县主听的是既尴尬又上瘾。眼看着天就要黑了，林墨说的话那是犹如滔滔江水，延绵不绝。难得遇到一个这么好的听众，他都打算要和花瑶县主秉烛夜谈了。这小混账又跑到哪里去了？今天一天都没有回家，天黑了要回家都不知道吗？爹，秦家和魏家也没有看到小妹。林尚书都快要气炸了，要是再找不着人的话，那他就得去向皇上借兵去搜寻人了。大人，大人，二小姐派人来府里传消息了，她现在在花府，说今天晚上不回来。花府？这丫头什么时候又和花府有联系了？走，去花府。你是不知道，我爹平时对我有多过分，他都不愿意给我骑，小时候还给我骑大马的。小林大人，你喝醉了，要不今天就到这儿吧，我先送你回房间休息。漂亮姐姐，你说你怎么就这么帅气呢？你好帅啊！哎呀，你稍微控制一下自己行不行？你这个样子实在是太傻了。你看看你这个痴汉脸，你爹要是知道你用这张这么像他的脸做这样的表情，你看他揍不揍你？县主啊，
知道你回来是要招婿的，你介不介意我是个女子啊？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那我现在就住下了。你疯了呀？那个小林大人，实在对不起啊，我喜欢的是男子。喜欢男子也好啊，你看我大哥怎么样？我大哥可是探花郎，是所有人中长得最好看的一个，连京城中都没有几个比他长得好看的。我哥长得好看，有文化，而且还听话，你让他干什么他就会干什么，你让他往东他绝对不会往西，你让他上天他绝对不会入地。这么好的男子怎么能错过呢？别说了，别说了，你爹爹和大哥来了，你要完蛋了。他一把抓住花瑶县主的手，然后拉着他跑到了自家哥哥面前。林尚书已经非常有眼色的把旁边的位置给让了出来。儿子年纪也不小了，也是时候该成家了。花瑶县主虽然身高高了一点，但是也不错。今天这臭丫头啊，总算是干了一件正经事儿了。哥哥，你赶紧表演一个上天给郡主看一下，快点啊！你在说什么鬼话？我怎么表演上天啊？真的不用，真的不用。要的要的，我知道你是想考验一下我哥哥，我哥哥真的能够上天。要的要的，我知道你是想考验一下我哥哥，我哥哥真的能够上天。您这是什么意思啊？您为什么要躲过我的眼神？我还是不是你亲生儿子了？是我的亲生儿子呀，可是这件事情也不是我能够掺和的，毕竟这是你的人生大事，我这个做老爹的也不好插手。爹，咱们两个回家，让他们两个好好独处，培养一下感情。咱们回家啊。好的好的，咱们回家，好好的跟人家县主聊一聊，可别唐突了人家。这父女俩真的是一个母子磕出来的，不仅长得像，性格有时候也像得很。那个县主啊，真的是对不起了，我小妹给你添麻烦了。也没有，小林大人的性格很有趣，我很少见到如此赤诚之人了。你真的觉得他很有趣吗？难道你不怕他吗？京城里的人见到了丫头，就像是老鼠见到了猫一样，他是真的要怀疑那丫头会孤独终老了。对啊，小林大人心思赤诚，这已经很难得了。一般人要是有这样的能力，那野心绝对会被越养越大，说不定还会干出一些动摇国家设计的事。可是小林大人却从来不用自己的能力干这样的事。他与系统两个的性子非常好，虽然喜欢干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事，但是也给大家增添了不少的乐趣，而且也在无形中帮助了很多人，这就已经够了。这丫头哪是没有野心啊，只不过她的野心不在这里而已。这丫头的野心估计是吃遍天下所有的瓜，至于国家大事，以她那个脑子估计也想不到。我可是你亲妹妹，你怎么能够这么说我？县主看来很喜欢我家小妹啊，她自幼便与其他的官家小姐不一样，所以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，每天就混迹在丫鬟婆子之中。花瑶县主以后要是没什么事情，可以来找我们家小妹玩。她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后来有了系统之后，也算是有了一个玩伴。可是系统毕竟不是人啊。花瑶县主以后要是没什么事情，可以来找我们家小妹玩。她从小到大也没有什么朋友，后来有了系统之后，也算是有了一个玩伴。可是系统毕竟不是人啊。我记得你们家好像是3个吧？你和你大妹妹平时不带着她玩吗？我们也想带着她玩，但是她嫌弃我们呀。她嫌弃我们古板，说和我们玩还不如她自己一个人玩。她不只嫌弃我们2个古板，我们俩的朋友她都嫌弃古板。她一个人孤立了我们所有人。突然悲伤的情绪消失了，是怎么回事？那既然这样的话，我以后没事会去找小林大人玩一玩，也正好让他带着我在这京城走一走，毕竟也这么多年没有回来了。那就多谢县主了。看我这飞一样的步伐，是不是特别的美？特别美，特别美。回家再跳行不行？默默回去吧，你就别折腾你爹爹了，他
他跟着你的步伐都快扭成魔鬼的步伐了，你跳的都没有他好。你不说话，我们还能做朋友？爹，你什么时候瞒着我去学舞蹈了？居然还跳得比我好！我在你梦里学跳舞了。赶紧给我好好走路，不好好走我就给你拎回去了啊！那你拎着我回去吧，我累了。得嘞，论没脸没皮啊，还得是你。爹，你说我哥能不能让县主喜欢他呀？可别白瞎了他那张好脸。你先别管他了，你先管管你自己。你喝成这样了，我看你怎么回去跟你娘交代。爹，这不是有你在吗？你就哄一哄娘亲就好了。你之前不是说娘亲最喜欢你的长相了吗？发挥你的魅力吧，爹。这女儿不能要了，什么事情都往外说。你们这一家子都是颜控，也真的是绝了。哈，有这个宿主在，他基本上什么都不用担心了，每天都是满格能量，完美。不过经过了这个晚上后，花瑶县主确实经常来主动找林墨玩了，而且和林七的接触也变多了。哎，他这又是怎么了？怎么跟个老鼠似的？不用管他，估计又在打什么歪主意呢。系统，你看见了没有？他们两个在我眼皮子底下眉来眼去，这绝对是有大进展了。默默，我也想喝你哥哥嫂嫂的喜酒。怎么说着说着就说到喝喜酒去了？我们还没有在一起呢。这丫头不是要把大哥和县主凑在一起吗？那她干嘛总是跟在这两人身边？就不知道给人家留下单独的相处空间吗？林墨的脑子里都开始想自己的侄子侄女出生该怎么办了，就连每天上朝的时候，他关心的都是自家哥哥的终身大事。然后皇帝和各位大臣在他和系统的碎嘴之下，硬是把林七和花瑶县主的感情进展知道得清清楚楚。这不是我们要听的，是他自己说的。我的感情生活你也要关心，你就不能关心一点正事吗？我觉得你哥哥跟你未来嫂子有戏，你马上就要当姑姑啦。这不是还没有成亲吗？怎么这就有孩子了？你这系统能不能不要乱说？八字都还没有一撇呢，哪来的孩子？嘿嘿嘿，希望我哥哥争气一点，早点把我未来嫂子娶回来。到时候真的有孩子了，我给他们包一个大红包，那我就送他们一个大瓜。哎呦，没想到林翰林现在也好事将近了呀！花瑶县主确实是一个好姑娘。是啊是啊，你们两个简直就是女才郎貌，天作之合呀！女才郎貌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爹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生得像你一点呢？你看小妹一个姑娘家长得这么像你，你是不是对小妹偏心啊？爹，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我生得像你一点呢？你看小妹一个姑娘家长得这么像你，你是不是对小妹偏心啊？你没事吧？这是我能控制的吗？而且长得很像你娘亲不是很好吗？我们三个人中就大妹妹长得最正常，她长得又像你又像娘亲，就是你们俩的结合出来的漂亮容貌。我和小妹两个人完全就是生错了长相。长得像你娘亲不好吗？你要是长得不像你娘亲，我早就把你丢出去了。要是你敢在你娘面前说这样的话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林墨还不知道自家大哥这么羡慕他的长相，他现在正在青楼的门口跃跃欲试呢。这里面有大瓜哦，太府夫人经常女扮男装来这里逛青楼，今天她还带着女儿一起来了。这样的妈妈实在是太好了吧，居然带着女儿来逛青楼。我要是跟自家娘亲说我要来逛青楼，哼，那娘亲非得打断我的腿不可。走走走，我们去看一看。看着林墨进去了，后面悄悄跟过来的太尉咽了咽口水，然后转身就去找自己的老伙计了。本来他只是想跟着这小丫头过来吃瓜的，没想到居然还真的吃到了一个这么大的瓜。老伙计，你家后院着火了。
看到你右上角的那个左拥右抱的人吗？那就是太傅夫人，旁边那个眉清目秀的小公子就是她女儿。妈呀，这太傅夫人有点牛啊！怀里搂着一个美人，腿上还坐着一个美人，边上还有一个美人在给她喂酒。这太傅夫人怕不是生错了性别吧？哟，这小公子长得可真俊俏，我可从来没有见过长得这么俊俏的小公子。你年纪多大了呀？该不会是偷偷跑过来的吧？要是从家里偷跑出来的，那还是赶紧回家吧。你这年纪还太小了，可别伤了身体了。漂亮姐姐，我就是出来见个世面，我没想干什么的，我就是想在这里转一转看一看。行吧，那你继续在这里见世面吧，自己注意安全。我就是想在这里转一转看一看。行吧，那你继续在这里见世面吧，自己注意安全。这青楼里的姑娘人还挺好的，人家也是有一定底线的。不光哪行哪业都有好人坏人，如果有其他的出路，谁愿意在这青楼里面讨生活呀？你说你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啊？为娘是带你出来见世面的，你以前不是一直想来青楼看一看吗？现在来了又不敢看了？我只是那么说一说。娘，咱们来青楼这件事情要是被爹发现了，那可就完了。哎呀，你看你这胆小的模样，你要多和小林大人学习。我就非常欣赏小林大人的性格，想干嘛就干嘛，丝毫不在意别人的眼光。谁说我们女子就必须被束缚了？你这就是读书读傻了。西彤，我感觉这太傅夫人像是我的知音，你听到没有？她在夸奖我，她还有她女儿跟我学习。西彤，我感觉这太傅夫人像是我的知音，你听到没有？她在夸奖我，她还有她女儿跟我学习。哎呀，听到了听到了，想不到你居然也成了别人嘴中的楷模了，不错呀。快点快点，可千万别出什么事。太傅也知道自家夫人一向比较出格，在少年时期就干过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，比如放炮仗炸茅坑，比如和不喜欢的姑娘打架，直接用水泼去了别人的妆容。你夫人年轻的时候就是京城一绝，没想到现在还是啊。小林大人也在那里，这两个人凑在一起，估计会把青楼给掀翻天了。当时我就想不懂，你这么一个古板的人，怎么会喜欢上你夫人的？后来我仔细想了想，可能这就是性格互补吧。你古板，他肆意。你现在能不能给我闭嘴？你现在不说话，没人把你当哑巴。说话就说话，干嘛还要吼人呢？吼人就吼人，干嘛还要喷口水呢？太不爱干净了。今天回去之后，他一定得好好的洗个澡，这口水实在是太恶心了。不好了不好了，太傅来了，太傅来抓奸了。你什么时候往身上带了瓜子的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哎，美人儿，你们怎么走了呀？继续喝酒啊！赶紧转头看一看呐。哎，小林大人怎么也在这里呀？你不会也是来青楼玩的吧？完了完了，这该怎么回答呀？我人都已经在这儿了，该找个什么借口啊？我看你找个什么借口？我想到借口了，你就说你是来帮你爹买酒的，这个青楼的酒特别好喝。那个，我是来给我爹买酒的，太尉也可以尝尝这里的酒，这里的酒可好喝了。你爹知道你用他做借口吗？我跟你爹共事了这么多年，还不知道他喜欢喝酒呢，而且还喜欢喝这青楼里面的酒。你有本事去你娘面前说一说呀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可真的要试一试这里的酒了。能被小林大人这么夸，那肯定差不到哪里去。赶紧给我回去！你说你自己出来玩就算了，还把女儿带出来，女儿还没有定亲，还没有成亲，要是把名声给败坏了怎么办？
要是因为这点名声就看不上我女儿，那就说明这个人不是女儿的良人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回家吧。这么多年了，你的性格还是这么古板。我只是来这里看看美人，喝喝酒而已。谁让你把家里的丫鬟都换成了婆子，搞得我连美人都没得看了。他为什么把丫鬟换成婆子，他不知道吗？哪有一个女子天天在家里调戏自己丫鬟呢？更何况你还是一个有夫之妇，天天身边美人环绕，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是个男的呢。夫人呐，咱们都成婚几十年了，你这性格怎么还是一点都没有变化？我也不是想要拘束你，但是你也别这么放肆好不好？你在家里怎么样我不管你了，行不行？别带女儿来青楼，行不行啊？他这段时间经常来青楼，就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。你在家里怎么样我不管你了，行不行？别带女儿来青楼，行不行啊？他这段时间经常来青楼，就是想要达到这个目的。这可是你说的啊，以后你可不能掺和我看美人的事儿。我又没强迫你跟我一起看，你发誓啊？行行行，我发誓，把你身边伺候的人都换成漂亮的丫鬟，行不行？先回去吧。太傅和夫人的感情一直都这么好吗？太傅夫人很喜欢看美人吗？他们的感情确实一直都不错。太傅夫人从年轻的时候就喜欢看美人，当年呢，她还对你爹一见钟情，想要嫁给你爹。只不过你爹喜欢你娘，她后面才嫁给了太傅。我的个天哪，这里面居然还有我爹的事儿！难怪太傅夫人刚刚一直在夸我，难不成是爱屋及乌？就是，而且我觉得你爹就是他的白月光。没想到我居然还真的看到了现实中的白月光，太厉害了吧！不是，我讲一句话，你们怎么还脑补这么多呢？突然，太尉感受到后脑勺有点发凉，他僵硬地转过了头。不是我不是这么说的，全都是他们自己脑补的。转头，赶紧转头，你被发现了。小林大人怎么也在这里呢？这个地方姑娘家还是少进来为好。要不我们送小林大人回去吧，回去我就向你爹告状。不用了，我现在还不太想回家，我等会儿还要出去逛一逛呢。你们可以把太尉大人送回家。这又关我什么事啊？你这小丫头怎么还拉人下水呢？老哥来青楼这件事情，我一定会好好的告诉嫂子的。你不要脸！我是为了谁来青楼的？我只不过就是说你夫人之前喜欢林焕而已，这不都是已经过去的事情了吗？林默对于自己造成的结果，那是一句话都不敢说，真的是很对不起太尉了。但是死道友不死贫道，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儿啊。我紧张就算了，你这么紧张干什么？哎呀，那我这不是带入你了吗？行了，没有瓜吃了，我们赶紧出去吧。万一你又碰到个什么熟人，那可就真的完蛋了。这人怎么长得这么像小林大人呢？可是这是一个小少年呢。你在看什么啊？你认识刚刚走过去的那个少年吗？啊，那就是小林大人，他是女扮男装的。罪过呀罪过，今天出门选错日子了。林默还不知道自己的威力居然这么大，居然靠一个名字就把其他人吓成了这样。那个，要不我们现在就回去吧？我总觉得今天的日子不太吉利。是啊，今天这日子实在是太不吉利了。咱们又没有做什么亏心事，你们这么害怕干什么？难不成你们以前做了什么亏心事吗？既然今天遇到了小林大人，那就请他一起过来玩一玩吧，也免得人家说我们没有礼貌。大哥，你是认真的吗？人家躲都躲不及，你居然还主动凑上去，你是生怕自己日子过得太舒服了是不是？反正我是要先回去的，小林大人来了我就更该走了。我虽然从小到大没有做过什么亏心事，但是我小时候在我爹的脖子上尿过尿，万一系统把我这个事情说出来了，不行，我先回去了，你们自己自便啊。我也不行，我小时候
比较调皮，在外面捡了一个香囊，我觉得挺好看的，就放到了我爹的桌子上。我爹还以为是我娘做的，所以就美滋滋的挂上了。然后我娘看见了，就以为我爹做了对不起她的事，还挂着别的女人的香囊对她示威。到现在两个人还经常因为这件事情吵架，我都不敢和他们说这是个误会。你们小时候到底都干了些什么事啊？就没有一个人干过一件正经事吗？瞧瞧我从小就行得端坐得正，我什么都不害怕。那个我们两个也先走了，等过2天再找你出来玩吧。你自己一个人小心一点啊！你再仔细回忆一下你小时候有没有干过什么出格的事情。这件事情被小林大人知道了，可不是闹着玩的。他要是知道了，全京城都知道了。君子不立于危墙之下，等他回去好好回忆一下自己小时候有没有干过出格的事情再说。他这叫做谨慎。唉，好想吃一吃你们这里的食物，虽然我并不会饿，但是就是看着嘴馋。这个我也没有办法帮你，毕竟连实体都没有。你还是乖乖的吃瓜吧，你现在能吃的就只有这个了。扎心了。在外面浪了一个下午，林默还跑到了郊外去玩，最后脏兮兮的回家了。你个姑娘家家能不能爱干净点？这身男装又是怎么回事？你是出去地上打滚了吗？这不是出去采花了吗？爹，你看好看不？行了行了，你把花送给你娘亲去吧，等会好好的洗个澡，看你脏的样子。你这又是跑到哪儿去了？怎么把自己身上搞得这么脏？出去玩了呀？外面的梅花开得真是漂亮，比京城里那些人家养的还要漂亮。娘亲，等下雪了我们出去玩一玩吧，京城外面有一片梅花林，超级好看的。娘亲，等下雪了我们出去玩一玩吧。行吧行吧，你先回去洗个澡，等会儿再喝点姜茶。这大冬天的天天在外面晃悠，再过段时间就是元宵了，可别大过节的把自己身体搞病了。你哥哥现在和花瑶县主的进展慢慢的越来越好了，今天他们还一起去逛街了。真的吗？他们两个现在在哪里啊？在家门口呢，县主把你哥哥给送回来了。女孩子把男人送回来，这两个搞反了吧？我哥这也太不行了吧，他居然让人家女孩子送他回家。其实你大哥本来想送花瑶县主回去的，但是花瑶县主更担心你哥，然后就把你哥给送回来了。他大哥也是从小习武啊，虽然比不过那些专门的武将，但也算是文武双全呢。怎么这花瑶县主把他当瓷娃娃一样呢？他虽然长得美，但是身体真的没有那么柔弱啊。不行，我得去看一下，我哥这样怎么行呢？花姑娘，我已经到家了，你也早些回去吧。现在天气这么冷，要是感染了风寒就不好了。林七这个温柔的样子着实是惊呆了林默，不过花姑娘这个称呼好像有点不太对劲。花姑娘，我突然觉得我哥的气质变猥琐了，是怎么回事？他居然叫人家花姑娘。还好你哥长得好看，气质也好，不然这3个字可以直接把他拉下神坛了。这丫头又是什么时候过来的？花姑娘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家不都是这样称呼的吗？那我就先回去了，等元宵灯会的时候我再来接你。怎么能让你来接我呢？应该是我去接你才差不多。你不要总是觉得我很弱，我虽然是个文官，但也是从小习武，虽然比不过那些武将，但是身手还是可以的。大哥居然还让人家女孩子来接他，这有了喜欢的人之后就变弱了是吗？他肯定是想用美色勾引花瑶县主，想不到我哥居然也有这样的小心思。有情人之间的事情怎么能叫小心思呢？这叫花心思。一个男人要是愿意为你花心思，那就说明他是在乎你的。哎呀，你的脑袋瓜子还没有开窍呢。切，好像你开窍了一样，你不也是个单身桶吗？单身桶又怎么了？切，我没吃过猪肉，我还没见过猪跑，
我可是无所不知的系统，你可不要瞧不起我。我先走了，元宵灯会我来接你，说定了。你先把门后的小林大人给带回去吧。好不容易能跟人多相处一会儿，又被那个死丫头给搅和了。大冷天的，你躲在门后干什么？头发都没梳，衣服也没穿，就披个斗篷，你是想生病是不是？头发都没梳，衣服也没穿，就披个斗篷，你是想生病是不是？你看我哥这身体哪里弱了，一只手就能把我提起来，扛着我走还健步如飞。我觉得花瑶县主对我哥的身体完全就是认知错误了。嘿，我也觉得，那可能这就是小情侣之间的互相拉扯呢，人家可能乐在其中呢。我们这两个单身狗可能不太理解吧。你们两个可真的是狗，大冬天的蹲在门口的角落里吃瓜，这可不是真的狗吗？我说你还要跟着我到什么时候啊？你自己就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干吗？我这个闲人哪有自己的事情要干呢？我每天不都是玩吗？就是，而且今天县主会过来。就知道你们打的是这个主意。行了，今天你和我一起去玩，人家哥哥出去跟别人女孩子相会，你跟着干什么？那我们还是别跟着了，万一不小心把他们两个给搅和了，到时候你帅气的嫂子就没有了。行吗？你们好啊。小林大人好。其他人也赶紧回应。姐姐，我自己去逛街了啊，你在这好好玩啊。这些人实在是太古板了，连打个招呼都这么古板，和他完全就不是一路人。我一个人一点都不好玩，你说你能不能变成人啊？你要是变成人了，就能够和我一起玩了。我也想变成人，但问题是我变不了。林默郁闷地在街上晃了一个晚上，然后回家睡觉的时候脸色都不好看。系统可能被说到伤心处了吧，今天晚上也格外的老实。明天请个大夫过来看一看。今天晚上这丫头啊，有点太安静了，可别是生病了没和我们说。林默还不知道自己的情绪让家人这么担心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正看着自己被子里的这张人脸发呆呢。不痛，一定是在做梦。哪个人敢掐我？不对，我怎么会痛呢？我去，你是系统？你怎么变成人了？我的天哪，我居然真的变成人了！原来还可以许愿望的呀。昨天晚上他就许了一个愿望，让系统变成人，没想到居然还真的变成人了。你这里有衣服吗？我身上好像是光着的。你换衣服吧，我保证不看。那你能先把你的手指头缝合起来吗？等会儿你再想个办法给我弄一个身份，就说我是你朋友吧，然后借住在你家。你都已经变成人了，我总不能系统的继续叫着你吧？你想叫什么名字？自己取个名字吧。我的名字必须高端大气上档次，所以我叫高上档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这个名字直接被林默给 pass 掉了。他给系统取了一个名字叫白小，他是这么说的，反正系统无所不知，这不就是一个白小生吗？在这个名字基础上改一下就是白小了。你给我小心一点儿，你不是系统吗？不是有特异功能吗？你的身法就不能轻一点吗？你现在也算是精怪一类的吧，能不能上天入地？实在不行你遁个地出去吧，就别在这里和我挤了。我是系统没错，但我又不是妖精，我是变成人又不是变成神了。我要是能够上天入地，那我现在就把自己变隐形了，不是更好吗？等会儿我就说你是我的朋友啊，像是住在我们家，我爹娘应该会同意你住在我们家的。要是他们不同意的话，你看到那边那个狗洞没有？你就偷偷的隐藏在我那个院子里，要是有人来了，你就钻狗洞，赶紧翻墙出去。你就放心吧，等会儿我完全照你的思路走，绝对能在你家住下来的。你女儿居然带男人回来了，还带了一个这么好看的男人。混账丫头，她什么时候和男人搞到一起了？呦，
自家的猪也会拱白菜了，还拱了这么一头水灵灵的白菜，太厉害了。我的感情都没有进展，这丫头居然带男人回来了，这不公平。哟，自家的猪也会拱白菜了，还拱了这么一头水灵灵的白菜，太厉害了。红子，怎么办？我有点心虚。你说你要是变成宠物多好啊，这变成人借口都不好找。什么玩意儿？这个男的是系统？系统变成人了？所以自家这玩意儿从头到尾就是给自己找了个对象，那个所谓的绑定该不会就是成亲吧？难怪这系统总说要攒能量娶媳妇儿，这是要攒能量变成人娶他女儿呀。赶紧介绍啊，我可不想天天钻狗洞。那个爹娘，这个是我朋友过来投靠我的，这段时间他能住家里不？能，为什么不能？想住多久都没关系。水灵灵的大白菜可得给自家小猪护住喽，万一跟别人跑了怎么办呢？是不是人有什么关系啊？这不是变成人了吗？只要长得好看就行了。而且自家这玩意儿，他根本就没有指望他这辈子能够成亲，没想到今天就来了一个意外之喜。而且自家这玩意儿，他根本就没有指望他这辈子能够成亲，没想到今天就来了一个意外之喜。哦，他女婿长得这么好看呢，而且还有吃瓜的能力，厉害了。你娘这是怎么了？她怎么这么开心啊？不知道啊，不过管他为什么开心呢，你能够住下来就行了。他的户籍在路上丢了，就把他留在我们家的户上吧。入我们家的户上，那不就是一个上门女婿吗？林尚书本来不想干的，但是看着自家夫人那威胁的眼神，他憋着气去干活了。朕就说这个系统有问题，没想到他居然真的能够变成人。朕之前就觉得小玲这丫头在京城中找不到合适的公子，哪个见她不是闻风丧胆的？原来她和系统是一对儿啊！那这系统变成人了，朕还怎么上朝的时候吃瓜呢？你还能变回去不？你这变成人了，我不好带着你上朝啊。这样不就行了？你操心这么多干嘛？我俩是绑定在一起的，我又离不开你。我虽然没有什么上天入地的能力，但是变大变小还是可以的。到时候就藏在你衣服里面就行了。你有病啊！你想要我的命你就直说。别害怕，我来接住你。你有病啊！就不能把你的指头缝给合上吗？我这不也是太慌张了吗？谁知道你被我一弹就弹出去了。不过我现在还有一个问题，你现在变成人了，那谁来保护我呀？万一有人要暗杀我怎么办？这个你就不用担心了，只要我们两个还是绑定的，你就不会受到伤害。咱们两个可是最佳的吃瓜搭档，我怎么可能让人去伤害你呢？你死了我也会死。放心吧，我会好好保护你的。我们俩住得这么近，吃瓜都方便了耶。为什么你的院子比我的院子精美这么多啊？我才是这家的小主人好不好？我娘亲偏心。哼，你刚刚搬进你院子的时候是现在这个样子吗？这不是你自己搞成这样的。好好的花草你不要，你非要种菜，结果又种不活，这不就慌了吗？我告诉你啊，白小的院子你可不能这么折腾了，看你折腾的那些玩意儿，没有一个好的。林默动了动嘴巴，想要反驳，但是着实又不知道该怎么反驳，好像姐姐说的都是真的。哈哈，果然变成人之后看笑话更有代入感了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林默躺在床上，本来想找系统聊天的，结果半天都没有得到人回应。忘了，那个家伙不到隔壁去了，这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呢。那个家伙不到隔壁去了，这还真是有点不习惯呢。我怎么感觉自己有点犯贱呢？以前每天都被迫给那个家伙讲故事，
今天不讲了，我居然还睡不着。干什么干什么？大晚上的你翻窗出去想干什么？你回来了呀？要不你还是住我这里吧，你不在我睡不着。我的床大得很，你把自己变小一点就行了，就和今天白天那样的大小就行了。行吧行吧，早点睡觉，明天你的假期就过完了，明天早上还得去上朝呢。你以后就待在这里啊，咱们内心交流，你千万不要出声，不然就被发现了。哟，今天太阳是打西边出来了呀，咱们家的小祖宗居然自己坐起来了。你人都起来了，就不能自己走着去吗？赶紧自己起来。行吧行吧，你这双腿啊，真的是白长了。我脸上有印子吗？怎么他们都在看我啊？可能是你过年过节这段时间吃胖了吧。这么短一段时间他就吃胖了？别伤心啊，过年过节胖个几斤又不是什么大事。我告诉你个瓜，三皇子胖了14斤，双下巴都胖出来了。这段时间三皇子妃可嫌弃他了，强制让他去减肥。你这系统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人都还没有来你就开始爆我的瓜了。我胖又怎么了啊？我吃我自己的，胖又怎么了？宣德帝看着自家小儿子那个样子，简直是没眼看了，就不能稍微的控制一下自己吗？堂堂一个皇子胖成了这样，这才几天时间呢，这是他愿意吃胖的吗？这逢年过节胖3斤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？他只不过就是多胖了几个3斤而已。小白啊，你说三皇子这双下巴手感怎么样？好想去掐一把呀。手感非常不错，摸起来软绵绵的。默默，你是不知道三皇子妃有多嫌弃三皇子。你也知道三皇子妃是将门出身的，人家的身材保持的可好了。本来这媳妇儿就是三皇子死皮赖脸求过来的，他还不好好的保养自己的脸和身材。我觉得他应该向你爹学习一下。你看你爹这几十年如一日的保持脸蛋和身材，这简直都冻龄了。又关我什么事情啊？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来了？最近又长了几条皱纹了。这几十年好像除了变成熟了一点，其他的都没什么变化，能不能向他讨教一下呀？那当然，我爹可是当年的京城第一美男子，这三皇子真该减减肥了。万一年纪再大一点，皇子妃还是年轻貌美，他就变成了胖头鱼，这看起来都辣眼睛啊。就是，你看丞相跟丞相夫人不就是这样吗？丞相夫人还是年轻貌美的样子，丞相的皮皱的呀，就跟个菊花似的。又说到我身上干什么？三皇子被这两个人说的还真的有心理危机了。他摸了摸自己的脸，脑海里那个画面一下子就出来了。不行，他绝对不能变成这样。白晓和林默在其他人商量国家大事的时候，这两个人就已经商量起了减肥大计。三皇子竖起耳朵，极其认真地听着，这可事关他英俊的面庞，所以必须得好好学习。你每一餐吃一些粗粮，多运动运动，那些零食什么的你就少吃了。有你喜欢的那些油炸糍粑什么的也不要吃。不行啊，你让我不吃饭可以，但是千万别让我不吃零食啊，那些零食可就是我的命。油炸糍粑、冰糖葫芦，这都是我的最爱。不行，为了你的健康，这段时间你必须把这些全给我停掉。没想到这系统变成人了，还有这样一个好处，居然能够管一管自家这小混蛋了。下朝之后，林默驾着自己的猪猪就开始去街上觅食了。白晓开始是挺生气的，后来被塞了一个糖葫芦之后就不气了。天大地大，吃饭最大，不就是胖了几斤吗？又不是什么大事儿。本来以为是来了一个人能够管住那个小混蛋了，没想到啊，是来了一个人加入那个小混蛋一起胡作非为。那个好吃，赶紧去吃那个。
来了！不行了，我真的跑不动了，这就不能一点一点的来吗？我今天听到了林墨和系统说的减肥方法，就是多吃一点粗粮，多运动，我这都还没吃呢。你要是不把这一身肉给减下来，那就不用进我的院子。本来床就不大，你这一身肉往上面一躺，我睡哪里啊？那我们就不能把床做大一些吗？不行，你要是不减肥的话，我带你出门都觉得丢脸。到时候大哥和二嫂带着大哥二哥出门多有面子，我带你出门跟小林大人带着钉耙似的，丢死个人了。你们俩是出去打劫了吗？家里是没有东西给你们吃了吗？默默，我只是个寄人篱下的，你娘这边还是得靠你了，你加油。系统变成人之后都这么狗的吗？娘，今天京城中又出了很多好好吃的小吃啊，我这是带回来给你们吃的，我们2个人怎么可能会吃得了这么多呢？林然看林墨和白晓这满脸不舍的样子，嘴角疯狂的上扬。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那我也不好辜负了你的心意，这些就留给我和你爹吃吧。我没有零花钱了，吃的也没了，钱也没了，都怪你，为什么不能去赚点钱？你等着，等会儿我就出去给人家算命去，我可是天文地理无所不知。不过说干就干，当天下午2个人就在街上摆了一个摊子了。走，我们赶紧回去，今天不太适合出门。走，我们赶紧回去，今天不太适合出门。为什么不适合出门？今天天气这么好，正是出门的好时机。你这人怎么想一出是一出？哎呀，你看看前面的人是谁？小林大人，你们也出来玩？你有毛病啊！你打招呼，人家躲都躲不及，你居然主动和他们打招呼。你们怎么出来玩了？这不是看今天天气不错吗？这位是白公子吧？白晓礼貌地朝他笑了笑。嗨，我们2个在这里摆摊子算命，我这个朋友世界上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东西，看咱们几个有交情的份上，就送你们俩1人1卦吧。不用。好。哎呦天哪，还好我们来得快，不然连个位置都占不上了。白公子，我爹娘打算给我定一个亲事，是我的一个远房表妹，远的不能再远的那种。他们说我那个表妹贤良淑德，貌美动人，你能帮我算一下我那个表妹怎么样吗？卦来了，还是主动送上门的卦。你这个表妹啊，已经有姻缘了，但不是你。她在老家已经成过1次亲了，而且还有2个孩子，不过她的丈夫已经去世了。这么刺激的吗？吏部侍郎给自家儿子选的亲事就是这样的？这也太不靠谱了吧！赶紧详细和我说一说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别说一半留一半。就是那个女的隐瞒自己曾经成过亲的身份过来攀高枝了。秦征长得好看又比较单纯，是个好忽悠的，所以那个女的就把目光放到了他身上。这也太不是人了吧！人家笨美人虽然笨，但好歹是个大美男呢。那个女的这是想来占便宜啊？不是吧？爹娘的眼光也太差了吧！这是把我往火坑里面推啊！这个女的和你不是良配，你回去赶紧和你爹娘说一说。我没有什么要问他。花孔雀的书童冒充花孔雀的身份去逛青楼了。花孔雀的书童冒充花孔雀的身份去逛青楼了，而且还把青楼女子的香囊带回家，遗落在了书房。他们2个人也不是主动出来逛街的。笨美人本来是去找花孔雀玩，但是花孔雀家里正在发生大战，2个人这才被迫出来的。花孔雀他老爹现在正在被他娘压着打呢。好想现场去吃瓜呀！要不他们转移场地吧？你们礼貌吗？林墨的眼神实在是太热烈了，白晓被他看得压力奇大。最主要的是，这么一个大瓜，
他也想亲眼去看看。你家现在出了一些问题，如果不好好解决的话，恐怕会影响你父母夫妻之间的关系。如果你让我们过去，我们一定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的。对的对的，这可不就是影响了夫妻之间的关系吗？都已经在家里打起来了，确实得好好解决解决。小林大人和这个系统要是过去，肯定能把事情解决的。行吧，我们现在就走。哦耶！小白，你真的是太棒了。那是，也不看看我是谁，我可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的系统。你说你没有在外面偷腥是吧？那你这个香囊是怎么回事？夫人呐，这真不是我的香囊，我身上的香囊不都是你亲手做的吗？这真的不是我的。哎呀，小林大人来了，这可真是让小林大人见笑了。两位不要打架了，我知道你们是因为什么打架，但是这确实是一个误会。有什么误会呢？能不能请小公子仔细的说一说？那这得问你儿子的书童了。我刚刚算了一卦，你们是因为一个香囊所以才变成这样的吧？那个香囊不是大人的，而是令公子的书童的。那个书童假冒令公子的身份去逛青楼，还和青楼的一个女子互换了私物。这个香囊就是那个青楼女子给他的。混账东西，连你自己的书童都管不好，赶紧去把那个书童叫过来。太常寺少卿这顿揍白挨了。小心一点，小心一点，可千万别让我摔下去了。你别急我呀，你说你没事长这么胖干什么？就不能减肥啊？你们怎么还带着一家人全部都来了？这地方本来就小，让一个人来就行了。这是大理寺少卿家出事情了吗？这么多人隐藏在这里，难不成是谋反？哎呦，不至于吧？要真的是谋反来的，就是御林军了。不过肯定里面出事情了。我错了，我错了，夫人大人，小的真的知错了，饶了小的一命吧。小白，你说这世上为什么有这么多忘恩负义的人呢？你看这书童长得细皮嫩肉的，一看就没吃过什么苦。不说是锦衣玉食长大的吧，那至少也是衣食无忧啊。就是寻常人家的人都没有他生活的好吧？人都是贪心的，他还不是第一次干这样的事呢。他还把府上的丫头搞得怀孕过。赶紧详细说说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和府上的丫鬟在一起，难道就没有人发现吗？不是都说了吗？这书童在府上的待遇很不错，有一些丫鬟呀也想过好日子。花孔雀虽然看起来不着调，但是绝对不会乱搞。这些丫鬟挑选来挑选去，只有这个书童了。主要是这个书童出手也比较大方，有一个人尝到了甜头，后面就源源不断的有人扑过来了。和他牵扯在一起的一共有3个人，3个人怀孕了2个，这3个人都是在书房洒扫的丫鬟。他书房洒扫的就3个丫鬟呀？花孔雀那个小书房洒扫的就3个丫鬟，这书童全部都给收了，厉害吧？少卿夫人是真的没想到自己儿子的书房居然这么乱，关键是这个傻子居然还什么都不知道。你和书房丫鬟苟且的事情，也该和你的主子说一说了。干嘛呀？干嘛呀？这吃瓜吃得正香呢。该走了，人家府上的私事我们在这里也不太好，至少明面上在这里不太好，偷偷找个地方猫起来吧。你们可真是懂礼貌啊，太懂礼貌了。干嘛要揍我呀？我也是一个无辜的，我怎么知道他会干这样的事情？这个不是小时候爹你给我挑的吗？快跑啊，魏兄！我就先走了，等有时间再过来找你玩。你跑这么快干什么？你要是跑了，我更会挨揍的。有客人在这里，我还会好一点。虽说是送了2个瓜，但是笨美人还真的是给了钱的，而且给的钱还不少。怎么样？我这赚钱的能力还可以吧？以后跟着小爷我混，绝对让你天天吃香的喝辣的。
嘿嘿，小白，你真的是太厉害了。不过我们也不能天天出来摆摊儿，等我们没钱了再出来摆摊儿。物以稀为贵，天天出来就不稀奇了。你说这系统变成人之后，为什么还更加麻烦了呢？你看他这送过来的这些帖子，都是请他去算命的。他会不会算命，那些人难道还不知道吗？林夫人一边回帖拒绝，一边烦躁。那两个家伙回家之后就关在院子里，不知道在搞些什么东西，留下这么一大堆烂摊子让他们处理。这丫头买的东西确实是好吃。林焕，你还给我吃？你难道想变成三皇子那样吗？这当然不想，我只是尝尝味道而已。那丫头天天对着这些东西这么着迷，我不是也想知道她为什么着迷吗？不过这些东西确实挺好吃的，比我平时在外面买的好吃。这小女儿完全就是像了她了。平时在外面看上去挺正经的，但其实这正经的外皮下性格是真的跳脱得很。来，夫人尝尝这个肉干，这个肉是真的不错。等明天再让那臭丫头去买一点，她今天和白小赚了不少钱，也该孝敬孝敬我们了。你可别把这话往外说了，人家两个好不容易赚那么一点点钱，你还惦记他们那一点钱？他们那点钱还不够他们塞牙缝呢。我已经把那个丫头的阅历提高了一些，毕竟现在是2个人花了。白晓和林默还不知道林尚书正在惦记他们赚的那点钱呢，他们正围在桌子那里大吃大喝。今天赚的钱就已经花去1/3了，有好吃的，那肯定得有好戏看呀。他减肥减个还行吧，目前已经瘦了4斤了，不过今天被皇子妃训得哭爹喊娘了。我要吃东西，我真的快要饿死了。我昨天就只吃了2餐，今天只吃了1碗粥，再不吃东西，我真的要成为第一个饿死的皇子了。再不吃东西，我真的要成为第一个饿死的皇子了。还不够？昨天吃2餐你还好意思说？人家是说吃粗粮，你吃的的确是粗粮，可是也不能吃几大碗呀。这窝窝头你一下吃了4个，粗粮粥一下喝了3碗，你这是在养猪呢。人家钉耙都没有你吃的多。我是真的从来没有见过这样吃减肥餐的人，三皇子绝对是个人才。确实是一个人才，这没有他不吃的。他是猪投胎的吧？一顿吃4个窝窝头，有他这么减肥的吗？听说这个窝窝头还是用最粗的粗粮做的，咽下去都刮嗓子的那种。三皇子的喉咙管应该挺粗。那他现在已经减了多少斤了？都这么惨了，应该减了不少了吧？就减了4斤左右吧，而且昨天一天又吃回去了2斤。那还减个屁呀！快看，你哥哥正在和花瑶县主约会呢。你看他这小媳妇的样子，明明是能够单手把你扛起来的壮汉，可是表现的却这么娇滴滴。这绝对是套路。就是，不过他那张脸遗传了娘亲，这么娇滴滴也挺好看的。这小混蛋早不回来晚不回来，偏偏这个时候回来，该不会是算准了吧？要不我们重新找一个地方吧。那我们赶紧离开这儿吧。快，他们要跑了。你哥哥刚刚往后面看了一下，他们应该发现我们了。放心吧，他们跑不了的。今天他们的瓜我一定要吃。其实你真的没有必要这么执着的，你带着你的小相公去约会不行吗？我们约会我们的，你约会你的，互不打扰不行吗？我去，我忘记他们俩都会武功了，你能不能带我飞？就是和他们那样咻的一下飞上去的那种，你能不能带我飞？就是和他们那样咻的一下飞上去的那种。我都说了，我不能上天入地，还要怎么跟你解释？我又不会轻功，除了给你开保护机制变大变小，
已经是我能力最大的范围了。这个系统怎么什么都不会？我看之前小说里人家的那些系统牛得很，变成人了之后也都是龙傲天、霸道总裁，你怎么什么都不会？我什么都不会，我什么都不会。你天天吃瓜，吃的是谁的瓜？要不是我给你转述这些瓜，你的生活能有这么多姿多彩吗？白晓越说越气，然后直接一口咬在了林默的手背上。林默，你是不是要杀了我呀？你刚刚那巴掌差点把我拍扁。还是个精致的小人，没有扁。你刚刚是不是咬我了？如果没有咬我，那也一定是掐我了。你作为一个男人，怎么能对我动手呢？你作为一个男人，怎么能对我动手呢？我没有，我是动口。你们人类不是常说君子动口不动手吗？我动的是口。吃人了，吃人了！有人要吃人呢，快来救命！小林大人的性格很好玩，要是我是一个男子，把他娶回家，日子应该会过得很开心。不行，这小妹怎么到处招蜂引蝶的，和爹一样的德行。我开玩笑的，时间不早了，我送你回去吧。我怎么感觉你长高了不少呢？我记得你刚刚变成人的时候，不是才比我高半个头吗？现在都已经长高大半个头了。那是，我之前是能量不稳，而且我的年龄设置和你差不多的。现在这是我的发育期，你会发现我的食量都大了不少嘛。等再过半年的时间，你都得仰头看着我了。虽然说现在你也得仰头看我。第二天早上去上朝的时候，林默还在思考这件事，白晓都被他念叨了一个晚上，头都快被他给念炸了。我说你为什么对身高这么执着呢？你这1.63米的身高也不算太矮呀，至少突破了1.6米，没有必要这么执着长高吧？我怎么就不能执着了？我家人都长得这么高，就我一个这么矮的。我本来骨架就小，看起来就娇小，现在身高还这么矮，这看起来真的是又矮又小。凭什么你这么短的时间就能长到这么高？我和你怎么能一样呢？我现在正是身高的爆发期。其实和别人比，你还是挺高的。你看人家李将军，他长得也挺矮的嘛，可是人家在打仗的时候就是所向披靡啊。怎么说着说着又说到我身上了？我的身高碍着你们了啊？那李将军就没有想过长高的办法吗？他这个身高不太好用长枪啊，难不成他是用刀剑？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又不是什么大事。身高这种事情啊，是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将军军艺出众，身高算什么呢？怎么就没有想过办法？可是没用啊。而且这个李将军最大的爱好就是使用长枪。你别看他身高不够，但是人家可耍的一杆好枪呢。而且身高也有优势，可以攻敌人下盘。李将军在这上面那可是有诀窍的。那快说说他对敌人有什么诀窍？他干过什么惊天动地泣鬼神的大事？他确实是干过惊天地动鬼神的大事，但是这个事情嘛，不能在这里说出来啊。10年前他出征西北，在与敌方大将对战的时候，他直接对准别人的下盘猛烈进攻，那一杆长枪进去，顺利让人家断子绝孙了。这件事情他们怎么不知道啊？李将军还干过这样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不如实禀报给他？要是如实禀报的话，那他肯定得好好奖赏李将军。李将军武艺果然高强啊！我就说内援大将怎么在那次大战中消失了，但是又没有传来他去世的消息，原来是因为你呀！想不到李将军居然把这件事情埋得这么深，这可是一个大功啊！大功个屁呀，大功！他现在都还记得那个画面，
他本意是想要刺那个人的腿的，谁知道那个人脚一滑，身子一下子矮了，然后这就刺错地方了。厉害了，想不到李将军居然还干过这等大事儿。人家是杀人，他是诛心呢，诛心可比杀人狠多了。谁说不是呢？所以身高矮还是有身高矮的好处的。你以后跟别人打架的时候，也可以专攻别人下盘，我来指挥。那可说好了，以后我要是跟别人打架了，你就专打他们下面，到时候回家我就做一把小刀。你这系统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还教人家姑娘家干这样的事情啊？你也是一个男人，你就不怕他把这个技巧用在你身上吗？小林大人请留步，我有一件事情想要问问你。有事情要问我？他没搞错吧？国家大事我可是半点都帮不上忙，我每天上朝都是来吃瓜发呆的，他问错人了吧？应该不是什么国家大事，毕竟你什么都不会的事情大家也已经知道了，你就是一个摸鱼的，有谁会拿国家大事的事情来问你啊？估计是因为笨美人的事。你是想问秦征的事情吧？啊，是的，上一次那个白小公子算出来的那个事情，我也让人去调查过了，但是除了那个女人嫁过人，也没有关于她生孩子的记录，所以我想让小林大人帮忙引荐一下白小公子啊。当然调查不出来了，要是随便就能让你们调查出来，那个女人不是太蠢吗？人家生了孩子全部都送养了，全部都送给她前夫的姐姐家了，上的户籍也上的是前夫的姐姐家，而且那个女人怀孕的时候还是躲着怀孕的，生孩子也是自家人接生，不得不说挺厉害的。社郎大人，您那个远房亲戚确实生了孩子，但是孩子不在他自己的户籍下面，也不在他亡夫的户籍下面。他亡夫有一个姐姐，那2个孩子都在他姐姐那里养着的。小白和我说过这件事儿，不管那个女人有没有生孩子，反正她都能骗你们了，你们干脆就把这个亲戚断了算了。笨美人，哦，秦征人不错，长得也好看，你们也要对她有点信心。京城里品行好的贵女多着呢，况且她现在年纪又不大，再等个2年也没关系。是的，是的，多谢小林大人点醒，这件事情我们一定会处理好的。这种教育别人的感觉实在是太好了，难怪我爹娘哥哥姐姐都这么爱教育我，难怪别人都爱好为人师，这种教育人的感觉简直让人美上天呢，这种教育人的感觉简直让人美上天呢。是挺美的，以后可以再发展一个职业，我帮你成为别人的人生导师怎么样？只要我们吃到一个炸裂性的瓜，那我们就去安慰那个受害人，给他指明人生方向，你觉得怎么样？不是，我就是意思一下，你们这也有点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你们真的觉得自己可以成为别人的人生导师？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吗？笨蛋美人出事了，那个女人打算把笨美人绑走，生米煮成熟饭，等生下孩子之后再把笨美人放回来，强迫吏部侍郎家认下她。她现在已经联系好贼人了。那笨美人现在在哪儿呢？她和花孔雀还有丞相家的2家公子在酒楼喝酒呢。这是哪家的悍妇呀？居然敢无视法纪！哎呀，我的儿啊，你可千万别被抓住了，被抓住了也控制住自己呀。今天多谢大公子请我们喝酒了，好久都没有喝得这么畅快了。这不是为了安慰你吗？听说你那个远房表妹和你吹了，你这年纪还小，还不用太着急。你那个远房表妹我也见过一次，看眼神都不太舒服，你们还是早早的把她送走比较好。是啊，而且这都是请小林大人和白小公子算过的。依我看来，那一天白小公子算完命，你们就应该把人送走了。不是说是1个人吗？咱们这是4个人，所以谁是吏部侍郎家的公子？应该是中间那个。光天化日之下，
居然有人打劫，而且连脸都不蒙，这个胆子有点太大了吧？不是我不愿意现在出去帮他们，主要是我现在出去帮他们，他们要是问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，我怎么回答？等他们有生命危险了，我再冲出去，这样保险一点。等会儿攻击他的下半身，我待会儿把李将军怎么降敌的那套身法告诉你，你的身高比他矮，应该更好发挥。谢谢你啊。都这个时候了，这俩人还这么的不着调。冲，把中间那个戴玉冠的给抢过来。抢我？啊，这是认错人了吧？相府大公子也算是文武双全，二公子从小跟着哥哥一起学习，在武艺方面也不弱，两人3两下就把贼人给制服了。京城的世家公子们大部分都是从小习武，也不知道这两个贼人哪里来的勇气，而且这两个贼人是不是蠢啊？居然连面具都不戴，他们是生怕别人认不出来他们是吗？这打输了逃都不好逃。你看这俩人的样子就不聪明啊。那个远房表妹也是的，为什么非得嫁给笨美人呢？她既然已经来京城攀上了亲戚，那二家也不是不行啊，说不定也会有富商之家看中她的美貌和背后的吏部侍郎府。只要她和吏部侍郎家的关系不断，吏部侍郎不倒台，那基本上她这一辈子无忧了。我可真是谢谢你了。混账玩意儿，是谁派你们过来的？居然敢对我们动手！公子饶命，公子，我们是吏部侍郎府的表小姐派过来的，她说让我们把吏部侍郎家的公子绑架，事成之后会给我们一大笔钱，有了这笔钱之后，我们就再也不用做这样的事情了。我们也是被生活所迫呀。绑架我做什么？绑架我也不会娶她。那个表小姐说要生米煮成熟饭，等生下孩子之后再把您放回来。有这么一个远房表妹，也真是造了孽了。还跟他们说这么多干嘛？直接把他们送到官府去。你看，好看的男人在外面也是需要注意的，毕竟色鬼可不分男女。那我出门可得格外注意，我长得这么好看，万一被女色鬼看上了呢？这吏部侍郎也真是的，孩子还小，急什么急呀？看人家小林丫头都看得开，这缘分到了，说不定就会从天而降一个郎婿呢。吏部侍郎生的是儿子，这事恐怕不能从天而降一个郎婿呀。哎呀，都一样，计较这么多干什么呢？这段时间你好好跟着你姐出门，你年纪也不小了，你该多和别人玩一玩。京城里的那些贵族小姐，你怕是都不怎么熟悉吧？不说让你和他们深交，好歹也得认得人吧？我为什么要认识他们呀？话不投机半句多，那些姑娘家凑在一起，不是讨论诗词歌赋，就是讨论哪家的公子长得好看。京城里长得好看的公子，我比他们还要清楚。至于诗词歌赋，那我根本就插不上嘴，我去有什么用啊？别难过，别难过，这一次去你绝对不会亏的，这一次去有大瓜哟。好好的看住你妹妹，吃瓜归吃瓜，千万别让她掺和进去了。放心吧，娘亲，我会好好看住她的。快点，我们别迟到了。别急啊，人家主人公都还没到呢。今天是一个巨大炸裂的瓜，还和李将军有关。小林大人来了呀！小林大人可是难得来参加我们这样的聚会啊。哎呀，就是，小林大人事务比较繁忙，不过没事的时候也可以找我们大家玩一玩。这可是能让他们吃瓜的人，可得好好的哄着。林默礼貌的朝他们笑了笑。哪个人有瓜，赶紧找一找。今天这个瓜呢，还是和李将军有关的。李将军早年丧妻，你应该知道吧？他现在膝下就2个儿子，1个女儿。知道啊，这有什么问题？嘿嘿，问题就出现在这儿了。他10年前我不是跟你说，他搞的敌方大将出事情了吗？那个大将一直对这件事情怀恨在心，他后来让人潜伏进了大雍，让人偷走了一个贵女，就是那种
真假千金文学，还用一个假的留在了这里，然后把真千金带到了自己那边养着。后来真千金被找回来之后，已经被他洗脑的差不多了。现在那个真千金的目标就是嫁给李将军，让李将军从此断子绝孙。现在那个真千金的目标就是嫁给李将军，让李将军从此断子绝孙。林默听到 CPU 都快要炸裂了，这么复杂的吗？看到那个穿黄色衣服的姑娘了没有？就是她，她叫陈罗，她现在已经开始接触李将军了。这姑娘长得也挺好看的呀，而且好像和我姐的年纪差不多，李将军都够当他爹了吧？这姑娘也真的是能够下得去嘴呀。不是说李将军长得不好看啊，但是李将军也确实不太好看，主要是吧，这个年龄差有点太大了吧。陈罗从小被敌方养大，就算是被找回来之后，在这边的家人也没有什么感情了，更何况这边还有一个顶替他身份的假千金，父母舍不得养了这么久的女儿，就算是个假的那也舍不得，反正家里又不是养不起，所以就把两个都留了下来。这两个身份对立的，平时肯定会有矛盾，而且假千金又经常在他面前表现出跟父母兄长很亲密的样子，现在别说是感情了，他对这边的原生家庭已经可以算得上是恨了。要是我的父母是这样的，那我被找回来的当天估计就当场甩脸走了。这样看来，我觉得这个陈罗也不是错误最大的那个，他也是一个受害者呀。明明是贵族千金，应该是被千恩万宠的长大，结果被互换了身份，在敌方阵营长大，这几十年不知道在外面受了什么苦呢，回来之后又被父母这么对待，要是我的话，我估计早就把陈家闹翻天了。谁说不是呢？陈家的态度是真的有问题，还有那个假千金也有问题。是啊，他有什么错？他根本什么错都没有。这人也太执着了吧，都已经10年过去了。这不是执着不执着的问题，主要是李将军这是直接让人家断了根了呀。好吧，这个问题确实是值得恨，赶紧让人把陈家给控制住。陈家也真是的，自己的亲生女儿找回来了，那就好好的弥补，还任由亲生女儿被假的那个欺负。陈罗也是个苦命人呐。你说的是认真的？居然有人要勾引我老爹，还是个17、18岁的姑娘，她眼睛没问题吧？大公子呀，你这语气好像有一点点奇怪呀。是的，您没有听错，陈家大小姐小时候被敌方偷走，那个人记恨李将军断了他的子孙根，所以就谋划了这一次的事件。陈家大小姐自幼被敌方养大，被敌方灌输着仇恨这边的思想，幸好有小林大人在，不然后果不堪设想啊。你们干嘛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？还有，你刚刚说话的语气是怎么回事？人家姑娘看上我又怎么了？那说明我人有魅力。这是有魅力吗？人家那是对你有目的，就算是你长得跟小林大人的钉耙一样，人家也能下得去手。李将军深吸了一口气，本来想骂人，可是看着自家这个宝贝女儿，他又把嘴边的话给憋了回去。还是小妹厉害呀，这一句话就说到了点子上了。他们可不敢和爹说这样的话。这一场踏青会真的是精彩极了。林默和白晓两个人也还算是有点心，他们偷偷写了一封信到了官府。哎，谁让我爱国呢？你说其他的话我可能不会管，但是李将军可是南征北战的英雄，他要是出事情了，我对不起国家呀。所以这个事情我们必须得管。小林大人也总算是会用自己的能力主动为国家做点好事了呀。虽然这么久以来，小林大人也间接做了不少好事，但都是被动或者是附带的，而且还得官府和皇上偷偷的去处理。他和系统就是吃瓜，除了吃瓜啥也不会。
默默，有个人以你为主角在写画本子，你在里面还是个男的，他还给你安排了好几个红颜知己，你厉害呀！你说什么？完了，他的秘密被发现了！完了，他的秘密被发现了！他这个画本子也是最近写的，当然，系统的事情他肯定是不敢写的，所以写的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。而且大部分都是一些风月事，主要是小林大人生得俊美，对女子又很有礼貌，而且在女子中的人气也很高，这不就是画本子中的主角吗？白晓知道写画本子那个小姐是谁，但是她没有说，主要是林默现在也没有问，他现在满心满眼就是早点回家找那个画本子看一看。我这么玉树临风，风流倜傥，里面的人生应该会很有魅力吧？我也就是生错了女儿身，要是个男的，我绝对不会比我哥和我爹差。你真的觉得你如果是个男人，不会比你哥和你爹差吗？你哥哥和你爹爹那才华可是堪比状元，要不是因为长得太好看了被钦点成探花，那他们就都是状元了。你觉得你能够成为状元吗？你觉得你能够成为状元吗？我怎么就不能够成为状元了？我这是没有认真学习，我要是认真学习的话，那绝对不比他们差。就你拿着一本书不到10秒钟眼睛就要闭上了，还美其名曰休息一会儿，一会儿起来就没完没了了。从我绑定你开始，你好像就没有完整看过一本书吧？啊，那些画本子除外。这也不怪他呀，谁让那些正经书都太正经了，看起来真的是无聊死了。哎呀，你这人怎么这么看不起我呢？我好歹是小林大人好不好？本朝唯一的女官。是唯二，你可别把人家花瑶县主给忘了。虽然人家不上朝，但是人家可是实实在在掌管兵权的女将军。这一场踏青会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，不仅吃到了瓜，还看了一场戏。这个斗嘴大戏实在是太精彩了。这本书实在是太合我的心意了，没想到我在别人的心里居然这么优秀，这么有才华。这个作者是谁？他这个朋友我敲定了。行吧，爹爹和哥哥的才名都安到了你的身上，也幸好是自家人啊。这个画本子的作者是苏翰林的女儿苏锦绣，人家可是从小饱读诗书，现在京城里面流行起来的画本子2/3是他写的。你最近在看的那一本《战神王爷传》也是他写的。战神王爷传，这不会也有原型吧？该不会是信王殿下吧？哟呵，被你发现了，确实是信王殿下。还有那本《第一美人与探花郎》，写的是爹爹和娘亲的故事哦。小白，这个小姐姐实在是太厉害了。那个第一公子传原型是不是就是我哥和我爹？那个第一公子传原型是不是就是我哥和我爹？对，他把你哥和你爹的故事结合了起来，然后写出了这一个第一公子传。谁让前面几十年第一公子是你爹呢？现在第一公子又变成了你哥，这京城的第一美男的名号，这几年简直就是被你家给垄断了。也不知道自家宿主到底是有什么样的好福气，人家穿越要不就是小苦瓜，要不就是宫斗宅斗，他倒好，穿越过来就是过来享福的，父母恩爱，家庭美满，哥姐宠爱，每天闯祸还有人给他擦屁股。我们家的人都有故事了，为什么我姐没有单独的画本？他这是把我姐给孤立了呀？大可不必，我也不想要被写进画本里面。有啊，只不过这个画本还在创作之中，名字叫做《第一才女和我的2、3世》。哦，这个苏锦绣苏小姐非常喜欢你姐姐，她简直就是把你姐姐当作偶像来看待的。你确定是把我姐当偶像，不是真的喜欢我姐？
虽然我对我姐的感情没有什么资格评判，但我姐的对象必须得是我姐喜欢的，男女我不管，但是一定得长得好看。有时候这个丫头讲话是真的很欠揍。你想什么呢？人家有未婚夫，你还不许人家有个偶像了？你姐姐可是京城世家小姐中的楷模，不像你，人家说你姐姐是月宫中的仙子。至于你，我怎么啦？我怎么感觉你很不满意我似的？我可是风流倜傥、俊美潇洒的第一公子，这个话本子还在这儿呢。人家说你姐姐是月宫中的仙子，你是月宫中的兔子，跳脱的兔子。你们礼貌吗？形容还挺贴切的呀。这动如脱兔，可不就是兔子吗？凭什么我姐是仙子，我是兔子？我长得也不差呀。我要是淑女起来，我自己都怕。我说你这算得上是碰瓷儿了吧？你长得好看我承认，毕竟人家都把你写成了京城的第一美男子了。但是你说你淑女，你觉得这话可信吗？唉，不可信啊！这丫头对自己是真的一点认知都没有。看看这形容词，这都是描写我的：英俊潇洒、风流倜傥、气质出众、俊美出尘，这些全部都是描写我的词儿。在这里面，她一出场就是英雄救美，然后获得了美人的芳心。但是她的心思不在感情这里，她胸怀大志，心系家国天下。林默自己看的都感动极了，这写的也太好了。好好的看一看，看看在人家心里我是什么样的形象，不要总是有事没事就损我。我在人家心里的形象这么高尚，这么美好，你怎么就不能学学人家呢？别晃了，别晃了，我的脑子都快被你晃出来了。你最英俊、最潇洒、最美丽了，行不行？那是当然，这本书我一定要全文背诵，最好让这本书流芳百世。你是认真的吗？这只是一本女转男的龙傲天小说呀。也不知道这苏小姐是怎么写的，就把林默写的根本就不像是个人了，更像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神。遇见的所有女人都爱他、倾慕他，所有男人都尊重他、理解他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为他服务的。别说是林默了，这让谁来当这个主角，谁不得意啊？我们全家居然都被写进了话本里面，这苏大人的女儿还真是不一般呢。你看这一本写的是我们两个的故事，想不到我们俩的故事居然被这么多人知道。这一家人这一下午就围坐在桌子这里看起来话本，而且是越看越起劲儿，越看越入迷。自己的故事自己想可能没觉得，可是被别人写出来怎么就这么好看呢？这一家人这一下午就围坐在桌子这里看起来话本，而且是越看越起劲儿，越看越入迷。饭呢？怎么没有饭？二小姐，大人和夫人说晚一点用餐，您要是饿了的话，先吃点点心垫一下吧。是啊是啊，吃点点心吧。不行，我还是要吃饭，怎么不能不吃晚饭呢？他们干什么这么入迷，连晚饭都不吃了？看话本呢。最近京城里特别流行看话本，你姐姐今年买了好多的话本回来。白晓这个缺心眼的，要是多了解那么一点点，那估计大家都掉马了。只可惜这个缺心眼的压根就没有想这么多。手下留情啊，咱们只是吃饭，不是送命，咱们没有必要这么玩命啊。讲的什么话呢？我只是做个饭，怎么玩命了？人家做饭要钱，你做饭要命了。你还记得你的玄武吗？人家现在还在池子里面好好活着呢。做饭这个事情他好像是真的不太行。给我站正了，你看你这姿势站没站相？九白，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呀，是你带我出去偷琵琶的。那个林伯父他站不正，他把腰给扭了。爹娘，这也怪不了我们偷偷跑出去，
这不是晚上没有饭吃，所以我们就想着出去找点东西吃吗？你们是不知道，刘翰林家里有一个院子，里面有一个好大的枇杷树，结满了枇杷。所以你们两个出去就是去偷枇杷去了？这怎么能叫偷呢？我们是在那个荒废的院子里面摘的，荒废的院子怎么能够叫偷呢？可能是跟其他的事情比起来，去别人家荒废的院子摘点果子不是什么大事吧。林尚书也只是把他们俩训了一顿，就把他们给放走了。你说皇上这是怎么想的？我只不过是一个在朝堂上面摸鱼的，就算我天天不去上朝，应该也没有什么关系吧。我现在都是一个伤患了，他居然还让我去上朝，还有没有一点爱心呢？我现在都是一个伤患了，他居然还让我去上朝，还有没有一点爱心呢？可能你们皇帝是每天习惯看着你了吧？毕竟你每天打瞌睡，打的那也是花样百出，还挺有观赏价值的。你礼貌嘛！哎呀，小林大人今天怎么受伤了呀？该不会是尚书大人你打的吧？小林大人年纪还小，你怎么能对他下这么重的手呢？就是，谁家孩子不闹腾呢？小林大人虽然性格活泼了一点，但确实是一个好孩子呀。我没有打他，是他自己把腰给扭了。我怎么感觉这些人的脸上带着一丝幸灾乐祸呢？他们不喜欢我吗？难道我平时很招人恨吗？招人恨那肯定不是的，可能就是在调侃你吧。有些大人不就是爱调侃年轻人吗？不过你今天也算是实现了一个梦想。什么梦想？躺着上朝啊！人家信王都只能坐着轮椅上朝，你居然是躺着上朝，这绝对是从古至今第一人，皇帝过去都没有躺着上朝过。你这么说，我心情好像真好了很多。皇上都不介意我躺着，我干嘛还纠结呢？眼不见为净，只要看不到，心里就不会不舒服了。这么躺着上早朝，真的不会感染风寒吗？还是我有先见之明吧。在皇上让我躺着也来上朝的时候，我迅速的就把床上的毯子给打包好了。等他们商量国家大事没有注意到我的时候，我就偷偷的给自己盖上。怎么感觉那个丫头过得比他这个皇帝还要舒服呢？厉害还是你厉害，你比太尉大人有先见之明多了。昨天太尉大人被赶出房门，就冻了一个晚上的。你们说话就说话，怎么又牵扯到我身上了？本来以为这小祖宗受了伤之后，应该这一早上就睡过去了，这可真的是意外之喜呀！快说说，昨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？太尉大人是惹他的夫人生气了吗？居然大晚上被赶出房门，被赶出来之后，他不会重新找个地方睡吗？我爹每次被我娘赶出来，他就会偷偷的跑到他的书房去睡觉，然后第二天早上又会提前起来，躺在房间门口装可怜。我娘每次都被拿捏得死死的，每次都会心疼他在外面冻了一个晚上呢。这混账丫头，吃别人的瓜就吃别人的瓜，干嘛还把事情牵扯到他身上？没想到外表正经的林尚书，私底下在妻子面前居然是这个模样，难怪当年能抱得美人归呢。这小妹知道的秘密也太多了吧，难怪她每天的生活过得这么精彩，自己一个人也能玩得这么开心。这个太尉大人可没有你爹这么聪明，他就蹲在门口硬生生的蹲了一夜，把人家门口守夜的人搞得都不敢睡觉了。他们俩就大眼瞪小眼，瞪了一个晚上，然后他觉得和一个丫鬟互相瞪得有点尴尬，然后就让那个丫鬟去睡觉，换了一个小厮过来。为什么太尉一定要有一个人在这守夜呢？还要把丫鬟给换成小厮，我感觉根本就没有必要啊。他不是要在这里守一个晚上吗？他可以干这个活啊。他这纯粹就是浪费人力资源，
本来一个人干的活，他要2个人来干。谁说不是呢？最近他和他的夫人2个人正在闹矛盾，是因为他2个女儿的亲事。太尉想把女儿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，但是夫人想让女儿自己找。这一找就不得了了，他们的大女儿直接看上了一个秀才。我怎么感觉这像是小说话本里的情节呢？官家小姐爱上穷酸秀才，这个剧情得让苏小姐去写呀。苏小姐已经开始写了，这个就不用你操心了。人家苏小姐可是紧跟时事，而且苏小姐跟太尉府大小姐也算是好友。这件事情刚刚有苗头的时候，她就已经开始准备写话本了。厉害呀！不仅吃到了瓜，还赚到了钱。这个苏小姐才是最厉害的吧？苏翰林可真的是生了一个好女儿啊！就是又吃到了一个瓜是吗？我觉得这个太尉应该和我爹好好的学一学。我爹虽然在外面挺古板的，但是在我娘面前那是绝对放得下身段的。他要是惹我娘生气了，当天就会出去买个礼物回来，然后写上一大段情诗。有一次他写情诗的时候还被我给抓住了，我也是真没想到他冷着一张脸居然是在写情诗，我还以为他是在批阅公文呢。你爹这人我是佩服的，长得好看还会哄人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他不是那种对所有人都好的人，他是唯独对你娘好，这样的男人可少见啊。凭你爹的长相，要是想纳妾的话，你这个年纪的小姑娘估计都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扑上来。太尉真的得给你爹好好学一学怎么哄妻子开心，不然3天2头都被赶出去多尴尬呀。他不尴尬，人家守夜的小厮都尴尬。我们可真的是谢谢你为我们操心了，能不能转移一个话题呀？其实那个书生人还是不错的，就是有一点财迷，不过君子爱财，取之有道，他也没有干过什么坏事。说他人不错，不会就是说他这一点吧？看一个人不错得看整体，他尊不尊重女性，会不会拈花惹草，有没有什么红颜知己？对，重要的就是这些点。这是他今天早上听到的最满意的一句话了。这人挺尊重女性的呀，也不沾花惹草，也没有什么红颜知己，他唯一爱的就是财了。总而言之，这人还是不错的。最重要的一点是他愿意为大小姐花钱。你说的这话是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做愿意为大小姐花钱啊？你知道让一个铁公鸡为你花钱这有多么的难吗？对这个书生来说，钱就是他的命，他居然愿意为大小姐花钱，这就说明他对大小姐是真心的。而且那个书生的才华也不错，至于这么多年为什么会是个秀才，那是因为他把时间都赚钱去了，考试都没有来得及去。如果不出意外的话，下一次科举他应该能够中。赚钱难道比科举考试还要重要吗？这个书生他的人生观没有问题吗？当他大雍朝的官员不好吗？他为了赚钱连考试都不去了，那他这么多年赚了多少钱了？对你们来说肯定是不多的，毕竟你们都是富好几代的人，但是对于普通人家来说，那个书生赚的钱够他们一辈子生活无忧了，不大手大脚，这一辈子绝对够过得安安稳稳。哇，厉害了，这相当于白手起家呀。现在我觉得大小姐和这个书生还真的挺可以的，太尉也真的没有必要拆散他们2个。这棒打鸳鸯要是没打好的话，棒子万一打到自己头上呢？我也觉得太尉没有必要插手，而且他看中的那个得意门生人是真的不行啊，看着挺老实的，但其实玩的花得很，也是青楼楚馆的常客了，完全比不过人家书生。什么玩意儿？钱河那混蛋居然是青楼楚馆的常客？看来这太尉的眼光没有他女儿的好呀。
父皇，我能躺着上朝吗？想得美，朕都还没有躺着上朝过呢。我们怎么回来了？我们现在不是应该在上朝吗？好像皇帝让人把你给抬回来的，说是你受了伤，身体虚弱，所以就让人把你给抬回来了。这两个人在这里发呆，隔壁的刘翰林一家已经炸锅了。他昨天晚上去偷人家的琵琶，还扮了鬼呢。也不能说是二小姐故意扮成鬼的，我听到的好像是刘府的人听到了一阵阵的惨叫声，二小姐不是把腰给扭到了吗？可能是扭到了腰发出来的惨叫声，所以这才误会的。现在刘府那边的情况怎么样？回大人的话，刘府的人好像吓得不轻，今天一大早就请人过来做法事了。不过他们不知道是二小姐搞出来的事情，请大人放心。不知道就好，不知道就好。我去，我还真的被他们给当成鬼了呀！他这么好看的一个人，居然被人当成鬼了，有没有搞错啊？我去，我还真的被他们给当成鬼了呀！谁让你昨天晚上叫的那么惨？幸好人家还不知道是你，不然你非得挨一顿揍不可。吓人这个事情真的不是他的本意。他这个人虽然平时做事不太着调，但还是有分寸的，而且也不可能拿去世的人开玩笑啊。反正这件事情你知我知，一定不能传出去啊！为了我的生命安全，也为了你的生命安全，我要是出了事情，你也跑不了啊！他这个人啊，嘴巴最严了，绝对不会把事情说出去的。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出去玩一玩啊？天天在京城里待着一点意思都没有，最近可能没有什么大瓜可以吃了。他发现最近京城里是真的没有之前那么炸裂了，以前偷情私会私生子的事情多的是，几乎每天都有新的瓜。可是现在这些官员富商们简直太安静太老实了。过段时间是皇后娘娘的生辰了，她的生辰宴会一般都是在外面的行宫举行，我们到时候应该可以跟着去，到时候你就变小躲在我的衣服里面，我带着你去玩。第二天上朝的时候，两个人直接就开始聊在皇后娘娘生辰的时候要怎么玩了。先别说玩了，你的生辰礼物准备好了没有？你不会又雕了一个木雕吧？此刻在场所有人的想法和白晓一样，太子都有点为自己的母后担心了。上一次父皇的那个猿猴送给了他摆在书房里，每天累的时候抬头看一看。这就有点小看我了，上一次给皇上送了木雕，这一次肯定不能送一样的呀。我自己亲自刻了一个玉雕，我还专门请了师傅教我呢，人家师傅说我可有天赋了。可是上一个说你有天赋的是那个吹唢呐的，然后你就在自己的生辰宴上面吹了唢呐。你这个有天赋有点吓人呀。林大人，你知道小林大人准备送给皇后娘娘的是什么样的玉雕吗？不知道。他都不知道这丫头每天在房间里搞些什么鬼，反正天天她的院子里面可热闹了。下朝之后，太子立马就去找自家母后了。皇上的贴身衣物现在已经少了很多，你们要是拿了之后记得补货啊，也不需要用太好的布料，随便用点不怎么刮屁股的就行了。好德妃啊，上一次皇上是不是从你宫里顺走了一只玉瓶？您记得让他还回来啊，这些可都是要入库的，要是没钱了还能卖的。放心吧，娘娘，我一定会让皇上还回来的。怎么感觉这后宫里的娘娘们跟我之前见到的有点不太一样了？儿臣参见母后，见过各位娘娘。哟，太子来了呀，今日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？大家伙全部都看太子有没有带什么礼物过来。看到太子空着手过来，他们脸上还有一丝失落，也不知道带点好东西过来。不知道他们这些做长辈的在后宫过得艰难呢。皇帝的妃子不多，生的皇子公主就那么几个，所以基本上都是大家一起养大的。对于这些孩子，这些妃子们都是当做自己亲生的一样养大。你要是没事的话，自己找个地方坐，我们现在忙得很，
记得提醒你父皇，把德妃宫里的玉瓶还回来。堂堂一个皇帝，还顺人家的东西，成何体统？好的，母后，儿臣会提醒父皇的。不是，我不是要来和母后说小林大夫给他送礼物的事情吗？怎么一下子就被带偏了？皇后把儿子送走之后，就带着一众妃子绣花去了。没办法，能多赚点钱就多赚点钱。皇后呢？回皇上的话，皇后娘娘带着各位娘娘去绣房了。去绣房了？难不成是要给她做什么新的东西啊？嘿，还是皇后和她的妃子们好，知道体恤她。嘿，还是皇后和她的妃子们好，知道体恤她。你们谁有时间，用这块布料给皇上绣个香包，随便绣绣就行了。他们现在可忙得很，可没有这个时间。手上的活儿那是能够卖钱的，给皇上绣香包又卖不了钱。皇后娘娘，5年前的那个香囊是臣妾绣的，今年我是真的不想绣了。这块布料也不错，要不再换一块差一点的吧？哎呀，再怎么说也是皇上，怎么能够用差的布料？这一块勉勉强强吧。既然5年前是你来的，那今年就我来吧。嬷嬷呀，你这雕的是个什么东西啊？大公鸡还是鸳鸯？这2个送给皇后娘娘都不太合适吧？看不出来吗？这是一只凤凰啊！不过这个凤凰是经过我自己改造过的，绝对的独一无二。原谅他真的没看出来这是一只凤凰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一只山鸡呢。雕刻完之后，林墨很满意的欣赏起自己的这个作品，然后拿出了上色的染料。大傻春，你想干什么？凤凰怎么能够没有颜色呢？这个染料可是我花费了大价钱的时间得来的，绝对的不掉色。等会儿我就能让你见到一只光彩照人的玉雕凤凰了。大姐，你真的是认真的吗？这颜色涂起来还真挺好玩的，真的不会掉色吗？放心吧，绝对不会掉色。那个卖我染料的人说了，这种染料是专门上在玉上面的，涂到人的皮肤上也得小半个月才能掉色。我说我不是故意的，你相信吗？歪小，我要杀了你！这2个小祖宗在这里，只要不出人命就不用管他们。你直接变成黑人了！你还好意思笑我呢？你自己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吧？我的脸，我的肤色，我这美的脸呐！晚上吃饭的时候，林家4人看着这2个黑人脸上的表情不停的抽搐，不能笑，不能笑，爹娘现在正生气呢，绝对不能笑。你也想想办法啊！我要怎么跟我爹娘交代啊？明天我还要去上朝呢。你问我，我怎么知道？要不你就说是咱俩中毒了吧？中毒？也亏得你想得出来啊！你们谁能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？把自己搞成这样，你们到底是想要干嘛？人家说不要脸，那只是嘴上说说，你们这是真的把自己的脸皮都不要了。这是一个意外，我们在准备给皇后娘娘的礼物，然后在上色的时候发生意外了。你赶紧说呀，总不能让我一个人解释吧？对不起，我是真的忍不住了。林然也没忍住笑了起来。林夫人本来还是绷着一张脸的，但是看着自家小女儿那雪白的牙齿和那突出的眼白，她也是真的忍不住了。二小姐跟白少爷真的是天生一对呀，都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这2个人天生就是一家人。她努力地深吸了一口气，闭上了眼睛，偏过了头，一直到偏过头，她才敢睁开眼睛。我爹娘他们都笑了，所以我们这一关应该过去了吧？应该吧，刚刚那个笑容是我最讨好的笑容了。这一顿饭吃的，
除了这2个黑人，其他4个人完全都没有吃好，因为一抬头就看到那2个乌漆麻黑的头，在他们咀嚼食物的时候，那白色的牙齿若隐若现，那个喜感简直拉满了。我还以为我们今天要挨骂了呢，没想到我爹娘居然没有说我们。不挨骂还不好吗？早点睡觉吧，明天你还要去上朝呢。莫儿，赶紧醒一醒，要去上朝了。你干嘛呢？怎么睡到那一头去了？不行，哭忍不住了。林尚书在外面做心理建设，结果这心理建设在看到林默那张黑的油光发亮的脸后，这个建设就瞬间崩塌了。到了皇宫，林尚书和林七2个人直接就冲到了最前面，林默则悠悠地在后面走着。小林大人，你这是怎么了？生病了吗？没生病，就是不小心把染料给涂到脸上了，等过10天半个月就会好的。天哪，为什么会这么魔性？那个是林默吗？回皇上，是小林大人，奴才已经打听好昨天发生的事情了。小林大人和白公子2个人不小心把染料给涂到脸上了，然后就变成这样了。每当你以为这个丫头已经疯到极致的时候，她总能给你意外的惊喜。你说我们变得这么黑，要是晚上穿一条夜行衣出去，那我们岂不是可以隐身了？那要不今天晚上我们去试一试？今天吏部齐大人要偷偷的去私会情人，我们就跟在他们后面，看他们会不会发现我们。好呀好呀，没想到今天晚上居然有瓜吃，这可真的是意外之喜了。不过吏部的齐大人我好像没什么印象哎。那个齐胖子你没印象吗？说他呀，你说齐胖子就知道是谁了。他就是有一个红颜知己又怎么啦？谁规定男人不能有红颜知己了？他家里那个是个母老虎，每天管这管那的，他被管的连个小妾都没有。当年要不是他出身低，被迫娶了那个母老虎，他也不至于偷偷摸摸的呀。都胖成这样了，居然还有情人。我怎么看这个齐胖子越看越觉得他贼眉鼠眼呢？可不是呢，他就是一个贼眉鼠眼的人呢，又当又立的这种人。他是靠着他夫人和岳丈家才能走到今天的。老吏部尚书就只有一个女儿，所以对这个唯一的女婿也真的不错。这个家伙发达了之后居然想休妻，要不是老吏部尚书在朝堂上的人缘还不错，这家伙有顾虑，怕影响到自己，不然齐夫人早就被他给休了。这个凤凰男可真够凤凰的呀，真不要脸。没想到老吏部尚书唯一的女儿居然被这么欺负，真的是岂有此理。他在官场上面没有做什么出格的事情，他们也奈何不了他。他虽然说之前想要休妻，现在不是没有休吗？就连和心爱的人见面都是偷偷摸摸的，他已经够尊重家里那个母老虎了吧？因为有这一个插曲，所以下半场朝会皇帝的脸色就没有好看过。除了不小心看到那坨黑煤球嘴角会抽了抽以外啊，林默和白晓2个人已经开始商量怎么去搞夜行衣了。下朝了之后，这2个人立马就跑到街上买布料去了。爹，有鬼，我害怕！小儿无礼，冒犯了这位大人，还请大人不要责怪。爹，救命啊！这只鬼要吃了我！你不是说大白天不会有鬼出来的吗？这么大的太阳，为什么今天有鬼出门？我以后再也不要出门了。他刚刚那个笑容很和蔼可亲，好不好？我们真的要维持这个样子，维持半个月吗？那我们还怎么出门呢？反正那个卖染料的给我的人说了，说涂在人身上至少要小半个月才能够消掉。谁让你突然涂在我脸上的？都怪你。这怎么就怪我了？我是不小心才碰到你脸上的，然后你就把那些乱七八糟的往我脸上抹，我当然不可能站在那里让你抹呀。早知道就各退一步了。为了皇后娘娘的这个生日礼物，
他们真的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了呀。这林墨是从哪里搞来的这样的染料啊？居然能把颜色染得这么均匀，还黑得油光发亮的。堂堂男子汉，怎么能够跟踪一个女子呢？要是被发现了，这不丢脸吗？哎，你说这话的时候，能不能跟你的动作协调一下呀？你这跟的比谁都紧呐！你说林墨到底是从哪里搞来这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呢？我总感觉他玩的东西跟我们玩的根本就不一样。这能一样才怪了，毕竟我们可没有那么神奇的系统，也没有他那么神奇的脑回路啊。这是哪里来的人呢？怎么还穿着本朝的朝服呢？外邦人也可以在本朝做官了吗？好像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啊。两位客人，请问需要什么样的布料啊？把那个黑色的给我拿过来，越黑越好。客人，那个颜色有点不太适合你们的肤色，你们的肤色比那个黑色还要亮，要是穿上那个颜色的话，真的有点不太合适。我建议你们选一些清雅的颜色，这样就算是晚上出门，人家也能够看清楚你们。我们就要那一块布料，越黑越好。大晚上的，他被逼着出门和别人私会，皇上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想法呀？等会儿小声一点，可千万别被他们俩给发现了。就算是被发现了，我们也要装作是散步散到这里来。这两个缺心眼的也不会多想。大人，你都已经很久没有过来找过我了，是不是把我给忘了呀？我还以为这个红颜知己长得有多好看呢，还没有齐夫人好看呢。有些男人就是很奇怪，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。这玉娘啊，虽然没有齐夫人好看，但是能给齐胖子自信心呢。齐胖子在夫人面前，心里其实是很自卑的，就在外面可不就是要给自己寻找自信心了吗？周围都没有一点动静，所以林墨没有过来吧？不然我早就听到他的心声了。只要林墨不过来，那些人应该也不会过来，毕竟他们都喜欢跟着林墨活动。媚儿，这段时间我不是忙吗？反正你在外面好好的等着我就行了。如果要见面的话，我会提前通知你的。这齐胖子本来眼睛就和绿豆似的，这一笑就直接笑成一条缝了。看他这笑容，他应该是在和这女人调情吧？是啊，不仅在调情，而且手脚还不安分。这人看起来怎么这么恶心呢？这还是在外面呢。要不我们再走近一点吧，反正我们穿成这样，他们也看不到我们。可能是因为比较刺激，比较紧张吧，他们连心声对话都停止了。美人儿，今天我可能在这里待不了多长时间，我那边出了一点事情，可能等会儿就要走了。哼，还出了一点事情要马上走呢，我怎么没有看到你有要走的欲望？就是，你还真以为这女人是你的红颜知己啊？人家只是看着你的身份地位和钱财来的，人家南风馆的常客，还常年包着一个男妓呢。这么刺激的吗？你是说这个女人用齐胖子的钱养其他的男人？这件事情你怎么没有跟我说啊？这不是你也没问吗？你多问一嘴我就说了呀。我可跟你说啊，这个女人是真的厉害。你以为她就勾了齐胖子这一个吗？齐胖子只是她池塘里养的鱼其中的一条，她池塘里还养了好几条鱼呢，只不过齐胖子是这些鱼中最肥美的一条而已。他养了好几个小官，在小官馆简直是花钱如流水，是出了名的大手笔的客人。到底是谁在说话？为什么他看不到人？齐胖子已经气得浑身颤抖了，本来想要骂人的，可是嘴边的话却怎么都说不出来，而且他觉得自己的脑子有点晕。怎么躺下了？这是要以天为被，以地为炉吗？不过这个女人怎么没有躺下？不懂，她怎么还在地上抽搐呢？怎么躺下了？这是要以天为被，以地为炉吗？不过这个女人怎么没有躺下？不懂，她怎么还在地上抽搐呢？这是他们两个的新玩法吗？
什么新的玩法？人家这是被气晕了。他们两个人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开窍？都在一起生活这么久了，为什么就是没有一点进展？难不成真的是做一辈子的好兄弟吗？本来以为这个系统和女儿是一对，结果没想到这两个人凑在一起凑不出一个心眼子。可能是小妹出生的时候把心眼子给落下了吧。女人看着地上不停抽搐的齐胖子，然后左右看了看，发现没有看到人之后，她立马就把齐胖子身上所有值钱的东西给搜罗起来，然后跑了。默默呀，这女人好像是真的跑了，我看她鞋都跑掉了，都没有停下，所以她这是把齐胖子打劫了之后就逃了吗？他们真的是出来私会的吗？快过来，快过来！他好像是真的晕过去了。这胖子该不会是有高血压或者心脏病吧？还有呼吸呢，应该只是晕过去了。反正我也没有察觉到他有什么生命危险。让你忘恩负义，让你半夜出来私会，你那个红颜知己现在拿着你的钱都跑了。两个祖宗，你们就别在那里玩了，先把人给拖到医馆去吧。其他人在旁边着急，这两个憨憨还玩上瘾了。反正已经确定没有什么生命危险了，多玩一玩也没事儿啊。你什么时候把这个带出来的？我怎么没有发现？这家伙居然还把染料给带出来了。我可不得有点先见之明嘛。我们两个之中肯定得有一个人带脑子，你我就不指望了。我带这个出来就是怕晚上我们两个有其他的皮肤露出来太明显了，到时候用这个可以遮盖住。不过我们两个没有用上，现在正好可以给这个齐胖子用上。你真是太棒了，我怎么就没有想到这一点呢？还好你带了这个出来，真不愧是你们呀。不过小林大人，你真的觉得自己有脑子吗？你真的不用出去管一管吗？皇上，您什么时候过来了？我知道你在想什么，你在想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，为什么没有在宫中处理奏折是吧？你忘了我有3个儿子了，我把他们关在那里干活去了。皇上啊，你没发现您现在变化越来越大了吗？还有，你这个笑声是怎么回事啊？怎么这个笑声这么像我小妹的笑声呢？这里面嘚瑟的情绪都一模一样。把他的肚子也给我涂上。小白，你涂他的下半身，等我转过身你再涂啊，我怕脏了我的眼睛。白晓是真的不想看到这肥腻腻的胖子，不过他嫌弃归嫌弃，把活儿还是给干了。本来白白胖胖的，现在变成了黑黑胖胖。我看他这个样子还怎么出去私会？明天上朝估计皇上都不认识他。走，我们回家。啊，就走了？真的不把人给送到医馆去？林爱卿啊，你家那丫头真的是个人才呀！人家都是大智若愚，大愚若智，每次干的活儿都出乎人的意料。请问你这是夸人的话吗？这涂抹的手法是真的均匀啊，小林大人还是有一点功底在的。确实是学过画技，只不过这丫头学的和别人的好像有点不太一样。夫人，我们把齐大人给送回来了。齐大人在外面受了一些惊吓，他那个红颜知己抢了他所有的钱财跑了，还把他给弄成了这样。我们找到他的时候，他已经晕过去了。是啊，他们都不知道是谁干的，只知道他出去约会了，所以当然是那个女人干的呀，和小林大人当然没有关系。嘿嘿，黑胖子总算是发现他的肤色变黑了。你看着他惊讶的表情，他的眼珠子都快掉下来了。现在才发现，他这反应也太迟钝了吧？他早上不洗脸的吗？洗啊，不过是有人伺候着，和你一样。你早上洗脸不都是在门口被人拿帕子抹脸吗？你哥哥扛着你，你老爹给你抹脸，
你这日子真是过得绝呀！岂止是绝了呀，这天下都没有这样被伺候的女儿吧？其实对孩子也还是要严厉一些的，有时候不严厉的话，这孩子的脾气会越来越大的。你看你们家这个，不就是这样吗？这都已经成了京城的混世魔王了，这还用你说吗？上朝上到一半的时候，林默已经快要站不住了。昨天晚上出去吃瓜，耽误了睡觉的时间，所以睡眠时间严重不足。他怎么又睡着了？我这还有瓜吃呢。你睡着了，我怎么和你吃瓜？他怎么又睡着了？我这还有瓜吃呢。你睡着了，我怎么和你吃瓜？嬷嬷呀，赶紧醒一醒，有大瓜！瓜？什么大瓜？皇后娘娘的生辰宴不是要开始了吗？王国那边打算送一个小姑娘过来陪皇后娘娘，说是送过来给皇后娘娘解闷的。他们没毛病吧？居然把人送过来解闷儿，他们这是不把人当人看呢？还解什么闷啊？有那个闲心，还不如多送一点钱过来。母后和各位娘娘天天在后宫忙着赚钱呢，哪有时间和一个小姑娘打交道？他们该不会是有什么其他的打算吧？说一个小姑娘过来到皇后娘娘身边，该不会是为了攀龙附凤吧？这小姑娘想要嫁给皇上是吗？林默真的是觉得自己聪明极了，他可是看过不少宫斗剧和宫斗小说的。这个小姑娘到皇后娘娘身边，肯定是为了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到时候成为宫里的娘娘，生下小皇子，玉国再帮这个小皇子争夺皇位，一定是这样。这又关我什么事情？该不会真的是这样吧？这就有点不太行了呀啊！一个外邦的女子进入后宫，万一把后宫搅得翻天覆地怎么办呢？看什么看？你们老弟是这样的人吗？你怎么可以一下子联想到这么多？我也没说这个小姑娘要嫁给皇上啊，她年纪和你一样大，当然不可能嫁给皇上了。人家看中的是太子，怎么又把事情牵扯到我身上来了？不有太子妃啊？这玉国有毛病吧？温文尔雅，玉树临风，是个大帅哥，而且还是真的有皇位要继承的皇位继承人。原来是看上了太子啊！可是他已经有太子妃了呀，而且他还很爱太子妃。那个小姑娘该不会是想来做妾吧？就是把小姑娘送过来做侧妃的。他们送过来的这个小姑娘叫乌姆拉，是他们王族第一美人，目的就是为了魅惑太子，生下太子的孩子。哦，他们还有备胎呢。要是魅惑不了太子，那就把手放到二皇子和三皇子身上。没搞错吧？他们两个居然是退而求其次的，这未免也太看不起他们了吧？哦，他们还知道太子的喜好，所以把这个乌木拉培养的热情似火。太子的爱好吧，这就有点难说了。不过太子的爱好一般人也不知道啊，肯定是有内鬼。你说这个乌木拉怎么也能同意来这里呢？而且太子的爱好，那也只是和太子妃，和他又有什么关系啊？对自己很自信呗。太子玩得开这个事情是被东宫的一个官员传出去的。那个官员喜欢一帮女子，所以平时就养了很多其他国家的歌舞伎。这也喝大了，就把这件事情给说出去了。这太子也真的是不谨慎，自己的爱好怎么能被人给发现了呢？虽然不是什么内奸，但是管不住自己嘴的人，那也不需要了。还有一个瓜，不知道那个官员是喝了什么假酒，他居然说太子有脚气。玉国那边找了好多治脚气的法子，也一同让那个姑娘给带了过来。有脚气？那太子有没有脚气啊？应该没有吧。他要是有脚气的话，那他在我心里的形象就全部崩塌了。太子当然没有脚气了，他最近只不过是放的屁比较臭而已，可能是最近肠胃不太好吧。你还不如不解释呢，你直接说我没有脚气不就行了吗？为什么还要说我放的屁比较臭？
谁放屁不臭啊？其实我觉得打消那个乌木拉的念头也很简单，他肯定对太子抱有一丝幻想的，到时候就让太子殿下在他面前放个屁熏死他，这样他对太子的幻想就全部崩塌了。放轻松，放轻松，别生气，别生气，气出病来无人替呀。哎呀，小林大人讲的话听一听就行了嘛。你说的挺对的，这个乌木拉确实对太子抱有很多幻想，而且他的幻想太子都能够符合上，身份尊贵，气质卓然，温文尔雅。要是他真的见到了太子，绝对会对太子死心塌地。如果太子真的在他面前放了一个屁，那说不定真的可以把他给解决了。别生气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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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和这两个人计较不得，他们就不是什么正常人。大哥，我觉得他们两个说的好像还有点道理啊，你要不要用这个方法试一下看？滚！一直到夏朝，林默和白晓都在帮太子想办法，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说他们了。毕竟他们是真的关心太子，关心国家。齐黑胖子在夏朝的时候被留了下来，当天皇上就下旨让他和夫人和离了。还生气呢？小林大人和白公子也不是故意把这件事情说出来的，你作为太子应该大度一点。谁让你们能够听见人家心声的？人家又不知道你们能够听到他们的心声。你说我有得罪过他们吗？他们为什么就是和我过不去？老二老三都站在我旁边，为什么不说老二老三？看你这个表情，谁让你这段时间肠胃不太好的？让你好好的调理，你总不当回事儿。现在好了，被小林大人说出来了。不过你的魅力还真的是大呀，那个什么乌木拉还没有见到你就对你情根深重了。阿姐，你不要听小林大人乱说，而且那个女人看中的估计就只有我太子的身份，如果老二或是老三是太子，那个女人看中的就是他们俩了。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，而且父皇也很开明，也不会给我乱塞什么女人。至于他们夫妻俩为什么这么多年还没有孩子，那纯粹就是因为太子还不想这么早当父亲，他自己都还没有和太子妃待够呢，万一来了一个孩子跟他抢人怎么办？而且他和太子妃成婚的时候，太子妃的年纪还小，女子年纪越小生产越艰难，他宁愿晚一点要孩子。他们三兄弟中就只有二皇子有子嗣，一儿一女，都是二皇子妃生的。我们到底在二皇子的后院里是图什么？从这两个家伙一出生就归我们，皇子妃难道就不能体恤我们一下吗？哼，那你去伺候二皇子，比起和二皇子在一起，我宁愿带孩子。这孩子不闹的时候还挺可爱的。为什么我们国家的皇子都这么好笑？二皇子到现在还这么惹人嫌弃吗？那这两个侧妃当初为什么要嫁给他呀？你懂什么？这两个侧妃在娘家过得都不怎么好，二皇子妃还没有出嫁的时候就和他们两个关系很好，这不后来就提议让他们两个当二皇子的侧妃吗？只是没有想到一送仨，享福确实是挺享福的，毕竟二皇子妃对待他们两个是真的好，二皇子也是一个好人，但就是在这里太考验演技了，就没有见过嫁人还把两个好姐妹带着一起嫁过来的。这三个人之间的感情也太好了吧？怎么感觉二皇子有点多余呢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和谐的后院呢。在小说话本里面，他们那绝对是要斗个你死我活。在小说话本里面，他们那绝对是要斗个你死我活。斗什么斗啊？他们仨又不争宠，现在他们分工合作的可好了。二皇子妃负责应付二皇子，两个侧妃负责照顾两个孩子，他们俩一人一个，把两个孩子照顾的可好了。林家四人站在门口听的也是一脸无语，怎么感觉这皇家也一点都不正常呢？现在他们大雍还有正常的人吗？父皇，你要不要是做主啊？
这个女人，她居然敢撞我，差点把我撞飞了出去。三皇子被宣德帝叫去皇宫检查他最近的学习情况，结果没走2步就被一个宫女撞到怀里。宫女正准备开始开演呢，结果三皇子一个耍赖，直接躺在地上开始喊了，喊的那叫一个凄惨啊！我不是，我没有，我真的没有。他真的没有用很大的力气，他只是想和三皇子制造一些肢体接触而已，怎么可能会把三皇子给撞倒呢？你还说你没有？你都把我撞成这样了，你还说没有？在御前伺候居然这点规矩都没有，你这幸亏是撞到了我身上，我身强体壮，要是撞到了后宫其他娘娘，或者是撞到了我父皇，你怕不是真想翻了天了？这混账小子真是他的儿子吗？他可以不认这个儿子吗？真的太丢脸了。你说你要装受伤装柔弱，那就直接躺在地上不要起来啊。你刚刚那一个鲤鱼打挺啊，你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你的身体有多强壮是吧？这三皇子的性格最近真的是越来越放得开了，可能是因为有一个对比的人的原因吧。以前小林大人还没有上朝的时候，大家都挺正经的，至少表面上都挺正经的，毕竟大家都要脸。可是有了小林大人之后，大家这性格啊，真的是越来越放得开了。父皇，把这个宫女安排到其他地方伺候吧。最近太妃们那边不是总是抱怨人手不够吗？就把她安排到那边去。皇上饶命，皇上就饶了奴婢这一回吧。又没要你的命，你这么慌张干什么？去伺候太妃又怎么了？不是想攀高枝吗？这后宫之中有谁比太妃的辈分更大呀？现在满意了。我说你作为一个皇子，能不能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形象？在地上撒泼打滚算什么？你不能什么都可领默学呀。父皇，你是不是对小林大人有偏见啊？我倒是觉得小林大人聪明得很，而且我觉得他是一个很有运气的人。自从和他学了之后，我发现我的运气都变好了。之前他身边还是有一些难缠的人的，那些人极其的不要脸。可是自从他跟小林大人学了之后，那些难缠的人现在都不缠着他了，因为他比他们更加难缠。不就是比不要脸吗？他比他们更不要脸。哼，混账玩意儿，赶紧过来汇报一下你最近的功课。怎么还要说功课的事情呢？他都以为这件事情过去了。刚刚那个宫女想撞到他怀里，他其实心里还挺惊喜的。只要把这件事情闹开，说不定父皇就会忘记他功课的事情了。没想到啊，事情是闹开了，但是功课的事情父皇也没有忘记。我错了，父皇，我以后一定好好学习，不要打我了。每次三皇子一过来呀，都是这样的情况，他都已经习惯了。殿下这走路的姿势挺奇怪的呀，非常的新颖，非常的引人注目。三皇子这是被揍了。昨天皇上考察他的功课，他不及格，然后被皇上拿鞋底子给揍成这样的。昨天晚上出皇宫的时候，他的屁股肿得老高了，今天能来上朝就不错了。太惨了，真的是太惨了，不仅要学习，还要被家长考察功课。终于有人觉得他可怜了，他也是真的觉得自己可怜呀。哎呀，果然还是我这样的生活舒服啊。学习这个事情我也不太行，那些干巴巴的文章我也看不进去。谁说不是呢？今天朝堂上面的大事挺多的，夏季到了，这雨季也就到了。下雨的天气一多，就容易引发水患。林默本来还想用一下自己的知识解决一下这个问题的，结果没想到他想到的事情，这个朝堂全部都有人干。水库有了，水渠有了，反正啥都有了。我都说了让你不用这么操心，这个国家人才多得很，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富裕这么强大。可以说你们这个国家穷的就只有皇帝了。我说你这个投胎的运气是真的太好了，国家强大，家族富贵，父母恩爱，姊妹和睦，真的是绝了。那
那可不，我这个运气那绝对是杠杠的。宣德帝和大臣们听着他们的话，心里真的是舒服极了。跑题了。既然国家大事和我们没有关系，我们能想到的大家都能想到，那我们继续吃瓜吧。他本来就是一个普通人，就是占到老天一个便宜，有了前世的记忆而已。他不像其他小说里的那些龙傲天、凤傲天那样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，脑瓜子比他聪明的人多的是。既然他能想到的，其他人都能想到，那好像还真的没有需要他帮忙的地方了。真不愧是你啊！看到你哥旁边的那个没有？那个韦翰林身上有个大瓜。啊？干嘛呢？他堂堂正正的一个人，身上怎么可能会有那些乱七八糟的八卦？不会吧？我看这个人挺正派的呀，而且他好像和我哥是同一批的考生吧？他好像是第4名吧？这个真的是个倒霉蛋。科举考到第4名，这可不就是个倒霉蛋吗？我又没说这个人是坏人，这个人就是个倒霉蛋而已。科考考个第4名，现在还给人背了黑锅。赶紧说，不要再卖关子了，不然我掐死你！哎呦，你着什么急嘛？这个韦钦有一个双胞胎弟弟，叫做韦毅，他为人正派，刚正不阿。但是他这个弟弟啊，却不是什么好人。他弟弟跟他长得一模一样，他弟弟最近在利用他的身份和一个富商小姐接触，两个人孩子都快要搞出来了。你说这可不就是一个硕大的黑瓜吗？人还没娶妻就要多一个孩子了。有这么一个弟弟也真的是造孽了。他们是同一期的考生，也是在同一个书院学习的人，不说平时的关系有多好吧，至少也是个点头之交。他也知道韦钦家里的条件不是多么的优越，他父母早亡，就只剩下一个弟弟了。就连科举的这些盘缠都是宗族的人捐赠，可以说他考中这件事情对他来说真的是祖坟上冒青烟了。眼看着好日子就要来了，结果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你说那个富家小姐真的没有发现那个韦毅并不是韦钦吗？就算是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，至少性格上应该会有差别吧？就是这个问题最大呀。他们兄弟俩长得一模一样，声音一样，体型一样。那个韦毅钦佩自己的哥哥，羡慕自己的哥哥，又嫉妒自己的哥哥，所以总在无意识地模仿韦钦的行为举止，所以不了解的人还真的分辨不出来。更何况那个富家千金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韦钦。话说这个韦钦就是心太软了，因为就只有这一个亲人了，所以对于这个弟弟一直都是比较宠爱放纵。这个事情要是闹出来，绝对对他的官途有影响。你们这个朝代对于官员私生活的管控还是比较严的，韦毅利用他的身份和那个富家千金搞在一起，这应该算得上无美苟合了。万一再搞出一个孩子，那我们要不要帮帮他呀？总不能让他背下这个黑锅吧？这件事情你哥可以帮忙。韦钦和你哥是同窗，而且见过他的双胞胎弟弟，咱们可以设计你哥去捉个奸，然后戳破那个韦毅的身份，这样就能够让这个事情清白了。啊，我跟他们兄弟俩也不熟啊。你想的这个办法还真不错，你赶紧查一查那两个人什么时候混在一起，我抓紧时间写一张小纸条给我哥，然后把我哥引到那个地方去。你可真的是千百年难得一见的好妹妹呀！儿子，这不是我不帮你，实在是我也帮不了你。你这叫偷偷摸摸吗？你这简直就是光明正大，问题是还要考验我的演技。我刚刚是不是做的可隐蔽了？我哥居然一点都没有发现。你说我是不是有做扒手的天分啊？说不定还真的有呢。要不我们去街上试一下看？你们是真的有毛病吧？还想去街上做扒手？这小偷被抓住可是要被打断双手的。
看着自家这个犯蠢的女儿，林尚书默默地叹了一口气，直接把她给拎走了，免得她在这里继续犯蠢，继续丢脸。话说她都已经喝了这么久的羊奶了，为什么一点都没有长高呢？长高这个事情也不用太着急，你这个身高刚好合适，你要是再高一点的话，你爹就不好拎着你走了。你哥早上扛你上朝也没有那么轻松，你难道想自己起床吗？不想，但是我还是想要身高啊！为什么我不能和你一样，想大就大，想小就小呢？那可真是美的你了。你哥还挺聪明的，虽然还带着正主一起来捉奸，这样就可以直接戳破伪意了。那可不，我哥多聪明啊！我觉得我哥真的很像我。你看，我们都那么喜欢看书。可是你们看的不是同类型的书啊，你哥看的是正经书，你看的是画本和小黄书。话说，你把你那些画本该藏一藏了，万一被你爹娘和哥哥姐姐发现了，我觉得你会挨揍的。喂，你们俩的心声还能更大一点吗？魏郎，你打算什么时候娶我呀？要是再耽搁下去的话，我的肚子可就藏不住了。我爹娘可不知道这件事情呢。最近的事情比较忙，你也知道，现在水患的事情比较严重，翰林院也比较忙，我也着急把你娶回家去啊。可是这实在是挤不出时间呢。我父母双亡，也没有长辈给我操办亲事，所以还得写信回老家，请族中的族老们过来帮忙操办。我这也是想把事情办得更加好，这也是尊重你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写信回去了，等走了过来，我们就可以举办婚事了。我一定不会辜负你的。那你可说好了，等族老过来了你就得娶我。现在孩子已经1个多月了，顶多再等2个月，不然这肚子就要显怀了。你不去干配音真是可惜了。不过这2个人也真的是不要脸。还有这个女人，她这样对得起她父母吗？对得起她未来的孩子吗？看着里面的人又开始嬉戏调笑，韦亲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一脚把房门踹开了。看着里面的人又开始嬉戏调笑，韦亲实在是忍不住了，一脚把房门踹开了。哥，你怎么在这儿？哥，他是你哥，你不是只有一个弟弟吗？我听说你用我的身份去欺骗人，你这样对得起我吗？你不是伪亲，他才是伪亲。我才是伪亲，这个是我的弟弟韦毅。那韦了，我嫁给你吧。你是伪亲，那我就嫁给你。我现在肚子里已经有孩子了，你们俩是双生子，那这孩子你应该也不会介意的吧？这个女人脑子是怎么长的呀？她在说些什么话呀？我的天哪，她是怎么理直气壮地说出这样的话的？可能她真的昏头了吧，又或者她真的很想脱离自己的阶级。这个女人虽然出身富商之家，但是家中的女儿并不是只有她一个，她不是最貌美的一个，也不是最出众的一个，所以才这么着急。这位姑娘，我是不可能娶你。不过既然你已经有了我弟弟的孩子，那你应该嫁的人是我弟弟。我是不可能娶你。不过既然你已经有了我弟弟的孩子，那你应该嫁的人是我弟弟。不，我才不要嫁给他呢。他一个白身怎么配娶我？反正你们2兄弟长得一样，你要是不娶我的话，我就去官府衙门闹。他是用你的身份和我在一起的，那我就认定是你了。这位姑娘，这个办法你可能行不通了，因为我也是这件事情的见证者。林七，你别过来啊！别过来啊！他想干什么？他该不会是看上我哥了吧？哼，要是这个女人真的敢看上他哥，他可不管她是不是个孕妇。大姐，你要不要这么激动啊？这可不能随便动手，万一这个女人讹上了你怎么办？冷静点，冷静点，别激动。林大人，你得为我做主。他们兄弟俩算计我，欺骗我的感情，我现在身子也被他们给占了，还有了孩子，这样我以后可怎么活呀？这位姑娘，刚才那一幕我也看得清清楚楚。看你是个女子，我也不说什么难听的话了。这件事情你也不是一点错都没有，而且这是你们之间的事情，和我也无关。你可别把事情牵扯到我身上来。这位姑娘，我是不可能会娶你的。你怀的孩子是我弟弟的，那我可以让我弟弟娶你。你愿意私了，那到时候我会安排你们俩成婚，然后送你们俩回老家。
要是不愿意的话，那就按照规矩来，该赔偿的我也会赔偿。如果这个孩子你愿意生下来，那可以交给我们家。唯一听到哥哥说要把他送回老家，他本能的想要拒绝，但是看到自家哥哥的眼神，他又默默的低下了头。你说这兄弟俩长得这么像，真的没有哪个地方不一样吗？有啊，两个人虽然长相一样，身高一样，体型一样，但是围巾大腿内侧有块胭脂痣，如同祥云一般，很色气哦。哇，胭脂痣啊！哇，好唯美，好色气的设定啊！这不是画本女主的设定吗？有了这个，就不怕他们兄弟俩身份认不清的问题了。最后这件事情解决的也是挺仓促的，这两个人还是成了亲。韦亲把他们夫妻俩安排回了老家，也写信给了族中的族老，让族中的亲戚多多照顾他们两个。我真的觉得便宜他们两个了。如果他们两个真的成了亲，他们这个就是通奸了，通奸流放啊，把他们俩都给流放了。可是人家男未婚女未嫁，顶多就只是名声上受影响，但是回到老家之后，谁又知道这件事情呢？哎，朕是真的挺想见韦亲的那个胭脂痣的。朕活了这么多年，还从来没有见过这么独特的胎记。你说朕把他叫过来，让他脱裤子，他会同意吗？皇上，你认真的吗？皇上，如果您真的这样干的话，那这就是侮辱臣子了，这是能在史书上面记上一笔的。帝当庭让韦翰林脱裤，韦不从，帝大怒，强扒之。韦翰林啊，今日天气潮湿，不如我们去泡泡温泉，去湿气吧。是啊是啊，泡温泉对身体好。韦翰林应该还从来没有泡过温泉吧？皇上在京城外有一处别院，里面的温泉乃天下第一绝。韦翰林真的要去试一试。皇上的别院是我们能够随便去的吗？这个你就不懂了。皇上这个别院，只要你花钱，谁都能够去泡。虽然价格贵了一点，但是偶尔去泡一泡还是可以的。赚钱呐，赚钱，谁也别想阻挡我赚钱的路。早就听说皇上穷了，但是没想到连自己的别院都能拿来赚钱呀。最后在官员们的盛情邀请下，韦亲还是和他们一起去泡温泉了。为了显得不让自己这么奇怪，他们还是组团邀请。林尚书和林七也在这些人员之内。我也要去泡温泉，我也要去泡温泉。你们去搞团建，为什么不邀请我啊？这是丞相大人邀请的。再说你一个姑娘家，怎么和我们一起去？为什么就不能和你们一起去？难道那里就只有一个温泉吗？我不管，反正我要去。我亲自去找丞相大人，他居然孤立我。虽然我的官职小，但是这也不能受到忽视。请问小林大人是有什么事情吗？丞相大人，你是不是对我有意见？完了，这小祖宗该不会是发现有什么不对劲的吧？怎么会呢？小林大人哪里听说的？肯定是那个人在乱说。哼，那你为什么邀请所有人去泡温泉，就是不邀请我？你这是带头孤立我，你是百官之首，不能这么干。小林大人，这也不是我不安排，着实是有点不方便啊。我们去的人都是男子，你一个女子跟着我们一起去，是真的不方便。真的是因为这个原因吗？我记得皇上的那个别院，男女的浴汤是分开的，你们泡你们的，我泡我的不就好了吗？夫人救命啊！赶紧想个办法应付应付他吧。这个事情他是真的想不到办法呀，而且这也确实是有问题的呀。你把人家的父兄都请去泡温泉了，就把人家给落下了，人家也算得上是你的同僚呀。这件事情做的确实是不地道。丞相家的几位公子小姐也是看天的看天，看地的看地，反正就是不看自己的老父亲。那个小林大人，这件事情我没有想好，
那既然如此的话，小林大人也就和我们一起去吧。不过只有小林大人一个女子也不太方便，不如让我的2个女儿和小林大人一同去吧。啊，这又关我们什么事情？我们可不想去泡温泉。不过看着自家老父亲那威胁的眼神，这2位小姐硬生生的挤出了笑容，答应了。对待这种职场孤立，那就得硬扛。这一次要是不为自己争取的话，下一次肯定还会有这样的情况的。他绝对不能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他可以主动咸鱼，可以主动孤立所有人，但是绝对不能被人孤立。你要是去泡温泉了，那我怎么办？我又不能跟你一起泡温泉。那你就和我爹和我哥一起呗，我们2个也离不了多远，还可以心声交流呢。